若点头同意莹儿进府，今夜我便会与你圆房，往后也会尽可能的一视同仁对待你们姐妹，否则这一辈子你都别想我碰你。楚宁眨了眨眼，有些恍惚地看着苏应风。上一刻他还跪在行刑台上，身边是手持大刀的刽子手，面前是高喊着杀了他的愤怒百姓。然而他心如死灰地闭上眼睛迎接死亡时，周遭却一瞬间安静了下来。再睁眼，他便看见了年轻时候的苏应风。他这是回到了20年前。这时苏应风又冷声说道：5年前你若没有被找回来，莹儿早就是我的妻了。是你的归来打乱了我与她的人生。眼下你我都已经成婚3年了，她还心系我身，不愿嫁与他人。你作为她的姐姐，还是抢了她夫君的人，理应要成全。纠正一下，你我幼时就得皇上指婚，抢人夫君的是他楚莹，而非我楚宁。当初皇上为我指婚的对象是楚家嫡长女，而你与莹儿是孪生姐妹，连你们母亲都已经记不清你们谁大谁小了。若非你耍手段让我祖父逼迫我娶你，我与莹儿便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妻。且京中人人皆知我与莹儿两情相悦，是你不顾姐妹情分，执意从莹儿手中抢走了我。名正言顺啊！楚宁似笑非笑地勾起唇角，却不想在此时跟苏应风说太多。此时他心头纷乱如麻的各种情绪都开始沉淀下来了，取而代之的是慢慢凝聚起来的对苏应风、楚莹等人深入骨髓的恨。你想让我同意楚莹进门，其实也不难。跪下来，求我！你说什么？我说你跪下来求我，我就答应让楚莹进门。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哼，为何不敢？我不点头，你祖父是不会让你娶楚莹进门的，不是吗？死穴被点破，苏应风瞬间噎住，同时心里生出了一个很强烈的念头：眼前的人可能不是楚宁。强扭的瓜不甜，圆房一事，从今往后我不会再提。你若不愿意为了楚莹跪下来求我，就可以走了。哼，半个月前，我一剿匪归来，你就让祖父祖母轮番来逼迫我与你圆房，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此时的话吗？信不信随你啊，但我原本以为你会为了楚莹可以舍弃一切。现在看来却不过如此。苏应风双手瞬间紧握成拳，差点就要忍不住一巴掌扇过去了。他竟敢嘲讽自己不愿为莹儿下跪。且不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他跪天跪地都不能跪他这个卑鄙无耻的丑妇了。最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跪下求他的必要，就算他不点头，他也能把莹儿娶进府。想到此，他杀气腾腾地丢下一句“你别后悔”，就转身而去。是你别后悔，今日你出了这个门，我就不会再给你这样的机会了。而楚莹的肚子可等不了你太急。猛地，苏应风脚步就顿住了。他竟然知道莹儿腹中已经有他的骨血了。在我把莹儿娶进门之前，你若是敢把莹儿怀孕一事传扬出去，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巧了，我这一辈子也绝对不会原谅你。所以我劝你，最好把握住这唯一的一次机会。苏应风知道他口中的机会是此刻下跪求他，霎时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他怕再待下去会忍不住杀了他，但他目前还杀不得，至少在祖父认可他、上书请封他为世子之前，他还不能死。这一次楚宁没有再冲他说什么了，反正他下次来的时候肯定会乖乖跪下来求他，而他压根儿就没有点头同意的打算，只是想羞辱他一番罢了。但上一次苏应风都没有多费唇舌，
他就点头答应了，让楚莹以平妻的身份进府。不日，他就用10里红妆风风光光地把楚莹娶进了门。让大婚当日只有一顶破旧花轿迎亲，还是可笑至极的在一众宾客面前与公鸡拜堂的他，彻底沦为了全京城的笑柄。祖母，莹儿已经怀上孙儿的骨肉了，求祖母成全孙儿跟莹儿。早在你与楚宁成亲之前，你祖父就当着皇上的面给了楚宁一个承诺，那便是他进门后，只要他不点头同意，你不仅不能纳妾，连暖床丫头都不能有，甚至你要是背着他去逛了青楼，你祖父都绝不会饶你。所以你要娶楚莹，只能想办法说服楚宁点头。不过我话说在前头，楚宁虽然无颜，名声也极其糟糕，但他对你的情谊，我跟你祖父都看在眼里。楚莹进门后，你要是胆敢让楚宁受委屈，那等楚莹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我就把楚莹送出府。祖母，孙儿将以平妻的身份娶莹儿进门，哪有把妻子送出府的道理？荒谬！楚宁能点头让楚莹进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想让他同意楚莹为平妻？祖母也知道孙儿喜欢的人是莹儿，孙儿自然不舍得委屈她为妾啊。对女人而言，名节大过天，你都舍得让她冒着名节尽毁的风险，与你在婚前行苟且之事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孙儿离京剿匪3年，想他的紧，去见他的时候，一时没有克制住。你当你提前归京，跑去与他厮混了数日那件事，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吗？而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会那般做，十有八九是受了他的挑唆。我以前算是看错他了，他也不是什么本分的。祖母，莹儿她没有。你给我闭嘴！我要是你，现在就不会跪在这里，而是会想尽办法去说服楚宁，毕竟楚莹的肚子等不起。祖母有所不知，孙儿方才已经去见过楚宁了，也同他说了，只要他点头，孙儿今晚就会跟他圆房。但他不依不饶的要孙儿跪下求他，孙儿堂堂70男儿，哪里能跪他一介妇人呢？萧文秀微微皱起眉，楚宁竟然让风儿跪下求他，这有点不像楚宁的作风啊！而且风儿早晚会成为他们苏国公府的世子，日后也会继承国公之位，哪能随随便便下跪求人？他当即就转头冲身边的桂嬷嬷说：“去把楚宁叫来。”是。看在楚莹肚子里那个孩子的份上，我这次勉为其难帮你做一次和事佬，但你往后必须给我好好对楚宁，否则别说楚莹了，孩子我都会一并送走。约莫过了1刻钟后，萧文秀估摸着楚宁快要来了，才让苏应风起来落座。然而又过去了半刻钟后，桂嬷嬷却一个人独自回来了。萧文秀脸色当场就是一沉。楚宁不来？是，大少奶奶说她知道老夫人您此时唤她过来是为哪般，但她心意已决，若老夫人要替大少爷做主，迎楚二小姐进府，就请先替大少爷给她一封休书。他好大的胆子！他是以为他身后有皇上撑腰，我们不敢给他休书吗？祖母，休书是楚宁自己要的，皇上应该不会怪罪我们吧？你如果不想要世子之位了，现在就可以去写休书了。祖母，孙儿不明白，皇上为何这般看重楚宁啊？他除了会点医术之外，明明就是一无是处啊。你祖母我也不明白，但你祖父是个明白人，有胆子就问他去。苏应风沉默了，他3年前其实是问过的，但祖父只丢给他一句：你如果想要那世子之位，还想日后继承苏国公府，就别多问。
祖母，那我跟莹儿现在该怎么办？我倒是等得起，可莹儿肚子里的孩子等不……你要是等得起，就不会做出那种糊涂事了。你去楚家走一趟，把情况大致跟楚莹说一说，让她自个儿想办法。是。你可以趁此机会重新认识认识你的莹儿。清风院，楚宁从丫鬟口中得知桂嬷嬷去了楚家，非但一点都不意外，还立刻就猜到了萧文秀的用意。你之前不是说你娘经常整宿都睡不着吗？你把这些安神香拿回去给她用，保准她每一晚都能一觉睡到天亮。啊，可这不是大少奶奶您为老夫人做的安神香吗？老夫人以后用不上了。啊，那奴婢就替奴婢的娘亲谢谢大少奶奶了。别让第三个人知道，这安神香是我给你的。大少奶奶放心，奴婢会告诉娘亲跟家中旁人，这是奴婢花重金买的。去吧。楚宁摆摆手，在双二躬身告退后，步出药房，把他清风院里的下人全部都召集到了院中，统共也就5个人，却有4个人是不能用的。你们跟了我5年，这金簪是我赏你们的。你们是楚营的人，卖身契也还在楚营手里，现在你们可以收拾东西回楚营身边去了。奴婢们不知做错了什么惹怒大小姐的事，还请大小姐明言。你们一直以来都做了什么，你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了，不是吗？不过我今天让你们走，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想要你们伺候了而已。你们最好趁着我还有耐心，麻溜的去收拾东西滚，别逼我让小白撵你们走。你们也去收拾东西，回楚老夫人身边。你们年纪都不小了，我也不想太过难为你们，所以你们最好也别逼我难为你们。这是他们4个今天非走不可的意思了。2人对视了一眼，最后房妈妈道：大小姐如此突然的把老奴几个遣送回府，只怕会伤了老夫人跟夫人还有2小姐的心呐。他们楚家人有心吗？短暂的犹豫过后，房妈妈带头领着其余3人回房收拾东西去了。房妈妈收拾好东西回到院中之后，远远地冲楚宁扶了扶身。大小姐若是后悔了，回府去跟老夫人赔个不是，老奴等就能再回来伺候大小姐的。滚！等房妈妈4人相继出了清风院，楚宁才看向那最后一个人。大少奶奶若是有话想问奴婢，尽管问就是，奴婢定知无不答，答无不尽。太子派你来我身边时，有没有说过什么？殿下说大少奶奶您很挑食，让奴婢务必尽快摸清大少奶奶的口味喜好，然后让大少奶奶每天都吃好吃饱。每天都吃好吃饱？大少奶奶也要让奴婢回殿下身边吗？这要取决于你们殿下。奴婢愚钝，还请大少奶奶明示。你去跟你家殿下说，我要见他。如果他不肯来见我，你就不用回来了。奴婢明白了，奴婢这就去东宫求见殿下。太子是当今皇上的长子，其3岁开蒙，4岁便能作诗，5岁开始习武，7岁就能与京中的第一高手过招，被誉为他们东陈国数百年都难得一见的文武奇才，辅国大将军府。楚2小姐，我们老夫人的意思您明白的吧？我明白的，劳烦桂嬷嬷替我转告苏国公夫人，我会尽快把事情办妥的。那老奴就先行告辞了。静之，送桂嬷嬷出府。是。他们前脚出了房门，楚莹后脚就把玉叶唤到了跟前。你去把母亲请过来，就说我一直在哭，你们怎么都劝不住。是。颖儿，
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母亲，女儿对不起姐姐，女儿没脸在她家里住下去了。于静书心头一跳，跟宁儿有关，那就是苏应风剿匪归来之后来见过莹儿了吧？风哥哥之前来见我时，说他无论如何都忘不了我，想以平妻的身份娶我进门，而我至今也未人改心意。人非他不见，却又不想让姐姐难过，就说只是做妾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在他身边就好。我还以为姐姐肯定会同意的，结果风哥哥回去跟姐姐说了想娶我进门后，姐姐非但没有同意，还性子大变，要风哥哥跪下求他。于静书听到这儿，很是惊讶地睁大了眼。宁儿让苏应风跪下求他，真的假的？而楚莹继续哭道：风哥哥在外，可是统领着几千将士的小将军，他哪可能对姐姐下跪啊？且他本来就不甚喜欢姐姐，经此一事，肯定会更加讨厌姐姐的。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生出想与姐姐同嫁风哥哥的想法，我该去找个尼姑庵，剪掉青丝，与生与青灯古佛为伴。哎呦，别说胡话，你年纪轻轻的，缺什么尼姑庵？而且这事儿错不在你，而在抢了你夫君还容不下你的宁儿身上。于静书打断楚莹的话后，不由分说地把楚莹拉回了屋内，紧接着又道：你与苏应风本就是情投意合的一对璧人，而宁儿本就不得苏应风喜欢，如今你都愿意为妾了，他还拿瞧，实在太不应该了。为娘这就让人去苏国公府叫他回来，让他当你的面点头同意你进府，而且还不是为妾，得为平妻。可是母亲，那样会不会使得姐姐跟你离了心啊？不会的，她是我的女儿，我了解她。哎呦，你也是我的女儿，永远都是。谢谢母亲，不过母亲还是不要太过难为姐姐，我为妾也没关系的。怎么没关系了？关系可大了。你为妾，日后你的孩子便是庶出，而你为平妻，对宁儿却并没有实质上的影响。那行了，这事儿交给母亲来办，你快去换身衣裳，再去把脸洗洗，都哭成小花猫了。于静书这么说完，就给旁边的人使了个眼色。奴婢这就去苏国公府请大小姐回来。戴东陵走了，楚莹才抽抽搭搭地去更衣洗脸，眼底尽是得意。母亲出手，他就不信楚宁还能不点头。然他更衣洗完脸之后，刚坐回到于静书身边，就有丫鬟把碧玉碧盒领了进来。瞧见那二人肩上背着的包袱，楚莹心下当即就是一喜。难道苏国公夫人为了方便他行事，借着楚宁胆大包天的想让风哥哥下跪一事，把楚宁赶回娘家来了？于静书也在看见碧玉碧盒肩上的包袱时，下意识地想到了那种可能，当场就站起了身。大小姐把奴婢二人赶回来了。什么？楚莹脸色一变，大小姐说奴婢二人的卖身契至今都还在二小姐手里，她怀疑奴婢二人一直在替二小姐监视她，不想要奴婢二人伺候了，就把奴婢二人赶回来了。他怎么能无凭无据的这么冤枉我？楚莹有些心虚，还有些惊讶，楚宁竟然敢把他给的人遣回来，面上却立刻就布满了委屈。母亲，女儿当初把碧玉碧盒送给姐姐，明明是一番好意，姐姐她竟然……等她回来了，我会好生问问她的，一定会让她给你一个交代。除了奴婢二人，房妈妈跟群妈妈也被大小姐赶回来了。这一下，楚莹是惊得都要顾不上装委屈了。
房妈妈跟群妈妈可是祖母给楚宁的人，楚宁这真的是中了邪吧？不然他怎么敢把祖母的人抢回来？而于静书心里却是莫名的一慌，同时直觉告诉他，东陵可能请不回宁儿了。那对金簪怎么会在你们头上？大小姐赶我们回来之前，把金簪赏给了奴婢二人。碧玉话落，就伸手去拔头上的金簪，哪知他的手刚才触碰到金簪，他就眼前一黑，往旁边倒去。于静书见状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又看见碧荷同样突然倒了下去，忙道：快传府医！夫人二小姐他们俩这是中毒了，而且是一种极其刁钻的毒，小的医术有限，解不了。中毒？他们才刚回府里来，一口水也没有喝，也什么都没有碰，怎么会中毒的？难不成是他们在回府路上遇到了一个莫名其妙对他们下毒的疯子？他们会死吗？不会，只是若无解药，他们此后恐怕会落下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等后遗症。夫人，毒在这2只金簪上，不过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毒在金簪上，而宁儿赶碧玉碧荷回来前，才把金簪赏给了碧玉碧荷。这是有人想害宁儿，还是毒是宁儿下的？莫名的，他就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很大。母亲，姐姐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毒药啊？她是不是除了会医术，还会使毒啊？还有，姐姐为什么要对碧玉碧荷下毒啊？姐姐不会是真的认为我把碧玉碧荷给她是想监视她吧？那样的话，姐姐真正想下毒的人会不会是我呀？莹儿，你别瞎想，你姐姐怎么会想对你下毒？而且这毒未必就是你姐姐下的，也可能是有人想害你姐姐。可是母亲，那金簪姐姐时时都带着，旁人哪有机会在金簪上下毒？正因为宁儿日日都带着，旁人才会想在上面下毒来害宁儿。你们先别乱猜，等宁儿回来问问就知道了。这个时候东宫里，殿下，楚大小姐知道奴婢是您安排到她身边的了，她让奴婢回来跟您说她要见您，若您不见她，奴婢就不用再回她身边了。咕咚一声，君莫手里的糖豆掉进了药汤中，之后是冗长的静默。时间久到朱兰都有些胆战心惊了，君莫的声音才终于响起：去把国师放了。是。有人应声而去后，朱兰又听君莫说道：你带4个人回去给他，就说他若收下，本宫半个月内就会去见他。朱兰连忙拱手应道：是。朱墨又道：让他对外说那4人是本宫父皇所送。是。朱兰领着那4人出了东宫，国师离尘带着一身寒气踏入了君莫寝殿。你都让本宫等了5年了，本宫才关你5天水牢，已经很够意思了。所以我是不是还要跪下叩谢太子大度，只关了我5天？那倒也不必，你帮本宫算算，楚宁什么时候会彻底对苏应风那个渣子死心就行。我是国师，不是算命的。看来国师很中意本宫亲设的水牢呀，不若进去住满5年吧，未免国师寂寞，本宫还会让人去把你国师府里的小徒弟们全部……他找上你之日，便是他对苏应风死心之时。你确定？你之前说他会在本宫生辰那日来找本宫，结果却迟了整整5天。5年前你说只要本宫不主动找他，等他来找，本宫的命格就会改变，就不会在25岁时死去了。你现在看看变了吗？离尘没有立刻回答，定定盯着君莫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之后，转身就走。恭喜殿下终于摆脱了短命相。你跑什么呀？你是不是在诓本宫？人有3急，
今夜，你随本宫去苏国公府走一趟。是。吴痕应得很快，心里却有些犯嘀咕。主子前面对朱兰说，半个月内会去见楚大小姐，没想到竟然今晚就要去，还是晚上去。主子该不会想来个霸王硬上弓吧？苏国公府，楚宁清点完药房里的各种药材，刚拟好一张需要补货的药材清单，朱兰就回来了。大少奶奶，太子殿下说，您要是收下这4个人，他半个月内就会来见你。半个月内？然后他冲那4人说道：你们跟了我，那么从今天起，你们的主子就不再是太子，而是我楚宁了。一旦日后你们在我跟太子之间优先听从了太子的命令，我就会立刻将你们赶走。大少奶奶放心，奴婢4人打从受训那天起就被告知了日后的主子是大少奶奶您。楚宁心下微微一动，看来太子真的有可能曾跟他一起待在那个炼狱里面过。他要救太子，因为他需要一个靠山。东陵来了，叶思试探着问道：小姐，要不要奴婢把他们赶走？楚宁点头。我梳妆台上有一个包袱，你去拿给东陵，让他拿回去还给楚家人，顺便让他转告楚家人，我楚宁日后不会再踏入他们楚家一步，让他们当作从来没有找到过我吧。是。东陵抱着包袱，被苏国公府的管家送到了府外，才回过神来问：那个小姑娘是谁啊？是皇上送来给大少奶奶的丫鬟，一共4个，个个都长得很水灵，而且看起来也都会点功夫，惹不得呀。东陵叹息着摇摇头，抱着包袱匆匆地回了将军府。此时辅国大将军府里，宁儿呢？奴婢没有见到大小姐。于静书心下一沉，又听东陵说，皇上给了大小姐4个丫鬟，大小姐让其中一个丫鬟把这个包袱交给奴婢，还让奴婢转告夫人，她以后不会再踏入楚家一步，请夫人当作从来没有找到过她。什么？宁儿当真说了不会再踏入楚家一步，还让我当作从来没有找到过她？奴婢虽然没有亲耳听见大小姐那么说，但那4个人既是皇上送给大小姐的，那就应该是不会信口雌黄的人，所以大小姐应该确实那么说了。于静书霎时有些头晕目眩，心也一下子慌得厉害。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至今也没有忘掉风哥哥，不该痴心妄想姐姐能容得下我进苏国公府为妾，不然姐姐也不会难过到想跟家里人断绝关系。母亲还是让我离家去寻一处尼姑庵了却余生吧。你又没有做错任何事，你为什么要出家为尼？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了，不然为娘要生气了。可是母亲，姐姐若是真的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该怎么办啊？不会的，她只是一时无法接受苏应风娶你，在胡闹罢了。等她气消了，母亲会亲自去苏国公府跟她长谈一次，她一定能够理解你跟苏应风之间的感情，然后同意你进门的。再者，亲人可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哪是她说断就能断的。急急地转身道：我现在就得去苏国公府一趟。不许去，那丫头就是被你们给惯坏了，才有胆子说出不会再踏入我们楚家一步这种话。且他把我跟莹儿送给他的人请回来也就算了，还敢给人下毒，还是那么恶毒的毒。这要是传扬了出去，别人会怎么说我们楚家？这之后，他要是不去祠堂跪着好好反省几日，我是不会让他再踏入家门一步的。另外，莹儿和苏应风的婚事
也由不得他不同意。明天我就会进宫，请皇后娘娘为莹儿做主。夫人，大小姐让奴婢拿回来的这些东西怎么处置？先替她收着，之后等她气消了，再给她送回去。而于静书和东陵主仆前脚走出了楚营院门，金枝和玉叶后脚就自发地跪到了楚营面前去。碧玉碧和那两个没用的废物，竟然让楚宁那个丑八怪觉察到了他们一直以来都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本小姐身边不留没用的废物，你们去送他们上路。本小姐要用他们的死来让祖母、父亲还有兄长们更加厌恶楚宁。当晚，苏国公府，看来本宫来的不是时候啊。本宫？这是太子？他们东陈国的太子这么不正经的吗？竟然大半夜的跑来有夫之妇的房间里。太子殿下这般直接坐到臣妇床上，不大合适吧？本宫还没上去，只是坐在床沿而已。他难道还想上去？楚宁更加觉得他不正经了，又听见他说：“你跟苏应峰一没拜堂，二没圆房，你在本宫面前自称臣女即可。就算没拜堂，没圆房，臣妇也是他名正言顺的夫人。太子殿下，您这样坐在臣妇床上不合适。是床沿。本宫行事从来不管合不合适。还是说，你希望本宫坐到位于你对面的软榻上去，把你看光？殿下，你可以坐到外面去。本宫身体不好，坐不得硬凳子。楚宁磨了磨牙。你不是要见本宫吗？本宫现在来了，你可以开始说你为什么要见本宫了。殿下何其聪慧，应该已经知道臣妇为何要见您了吧？你想知道本宫为何要借父皇的手往你身边送厨娘，还想知道本宫为何要为你训练叶思、叶想他们几个？是。那两个问题本宫目前不想回答。那殿下今日的来意是？你应该也知道，世人都说本宫活不过20，但5天前本宫已经过了20岁生辰，只是以本宫眼下的身体情况，离大限之日也不远了。而自打你治好了本宫父皇头疼的毛病后，父皇就时常在本宫耳边念叨你的医术，不仅在太医院所有人之上，也比江湖中那些所谓的神医都要好。所以本宫决意让你一试。楚宁半信半疑地抿起嘴，突然君莫转头朝他这边看了过来，他连忙又往水里沉了沉。可事实上君莫并没有看向他。你好似想与楚家划清界限，也想与苏应峰和离，那你应该会需要一个靠山，而本宫需要一个医术足够好的大夫。你做本宫的大夫，本宫做你的靠山，你意下如何呀？殿下为何要如此委屈自己？何来委屈一说？其实只要殿下或者皇上一个命令，臣妇就会穷尽毕生所学为殿下医治。且此前臣妇都已经应允了皇上会为殿下医治的，只是殿下一直不愿。所以臣妇不明白，殿下如今为何忽然又愿了，还屈尊降贵地提出了要做臣妇的靠山。本宫疑心重。楚宁满头问号。直白来讲，就是本宫此前信不过才刚归京几年的你，而今你有求于本宫，本宫才能放心让你为本宫医治。可京中贵人多的是，臣妇未必就一定要求殿下您。哼，除了本宫，京中还有人敢与如今的苏国公抗衡吗？楚宁盯着他微扬的唇角，脑子里莫名的闪过了一句薄唇之人多凉薄。然后他走过去，在君莫的身侧蹲下，请殿下容臣妇把个脉。你这是愿意与本宫合作的意思？是。
君莫这才心满意足地将左手伸出去。你想跟苏应风和离，只是因为他想娶楚莹，还跟楚莹珠胎暗结了。楚宁闻言抬头，现在的我已经不爱他了，所以原因不重要了。君莫心下又是一阵激动，片刻后，楚宁的手指从他的腕间抽离，紧紧地拧着他好看的秀眉，说道：殿下体内的毒早已经深入五脏六腑，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好解。加之殿下的身体又虚弱到了无法随便用药的程度，臣妇需要好好的。因为这是合作关系了，往后你在我面前不用自称臣妇、臣女那些，你琢磨明白怎么给我用药后，直接去东宫即可，没人会拦你。此时辅国大将军府那边，身着夜行衣的苏应风刚经由半开的窗户进入楚营房中。风哥哥，他此时着着单薄到几乎透明的寝衣，脸上未施粉黛，俯身捧起楚营的脸就狠狠地亲了上去。一通小心翼翼的缠绵过后，苏应风不甚满足地轻拥着楚营，这才想起来问：莹儿，你今夜唤我前来，所为何事啊？姐姐白日里把5年前我给她的2个丫鬟送回来还给我了，还把祖母给她的2个妈妈也送了回来。她那么不知好歹，根本不配为你的姐姐，你往后无需再对她那么好了，她不配。苏国公府里，楚宁正在深陷梦魇中。隔天早上他醒来时，都已经晨时3刻了。小姐，苏国公夫人身边的桂嬷嬷来了。楚宁懒懒地眨了眨眼，就猜到了桂嬷嬷的来意。小姐，桂嬷嬷是来问小姐今日为何没有去宝墨堂的，要不要奴婢将她打发走？打发了吧，就说我救急犯了，此后都不过去宝墨堂请安伺候了。这个时候宝墨堂那边，安神香没剩下多少了，阿贵，你待会儿再去清风院走一趟，让楚宁亲自送些过来。是。桂嬷嬷刚躬身应罢，就看见苏敬周下朝回来了。明儿今日怎的不在？哼，人家说救急犯了，以后都不过来请安伺候了。苏敬周眉头微微一皱，半个月前我呈上去的为风儿请封的奏折，皇上今日驳回来了。又驳回来了？风儿年纪小，容易被感情冲昏头脑，在做取舍的时候也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你若想让他坐上我们国公府世子的位置，就得帮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得，这是楚莹怀孕一事他也知道了的意思，且他这话怕是要暗示他在必要的时候楚莹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留。虽然你一直都不肯细说，但我还是想问，楚宁到底是为什么得皇上看重至此？楚宁救过太子。几时救的？楚宁不是师承走南闯北的那种江湖郎中，医术平平吗？你我身上的顽疾，不仅所有太医都束手无策，连那些名动四方的所谓名医神医也都毫无办法。但楚宁当初进门后，几贴药就帮我们缓解了症状。你真相信他医术平平？萧文秀愕然，对上他的反应，苏敬周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又道：今日我从御书房出来时，见到了去跟皇上请安的安圣公主。她脸上的伤疤比我上次见到她时要淡了3、4分，而上次我领楚宁进宫去给皇上请平安脉时，楚宁顺手给了安圣公主一盒祛疤膏。
你的意思是，安圣公主用完楚宁的祛疤膏后，脸上的伤疤在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淡了3-4分？世人皆知这些年皇上皇后为安圣公主脸上的伤疤操碎了心，也寻遍了名医。若近来有旁人进献了祛疤膏，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那楚宁为什么没有把祛疤膏用在他自己身上？我怀疑他易容了。可他为什么要易容使自己变丑？这我就不知道了。于静书今日是等到孙瑜出府进宫去了，才动身前来苏国公府的。刚一站定，他就看见了素问，心下猛地就是一跳。这个时候，母亲应该还在进宫去求见皇后的路上，怎么皇后身边的素问姑姑就已经来找宁儿了？楚夫人。于静书身形微微一晃。宁儿，你这是做什么？你难道真的要因为那么一点小事不认我这个娘亲了吗？小事啊。楚宁自嘲地笑了起来，他顿时不想再跟于静书多说一个字了，转身搭上叶思的手，便上了马车。楚夫人，奴婢是奉皇后娘娘的命令来接令爱进宫议事的，未免皇后娘娘久等，奴婢与令爱要先行一步了。我与你们一同进宫，这怕是不太合适，因为皇后娘娘今日要与令爱商议一件很要紧的事。楚夫人若是有事要求见皇后娘娘，还请之后再自行入宫。这么说完，素问就让人赶着马车走了。于静书停在楚宁先前站的位置，看着那辆转瞬之间就跟他拉远了距离的马车。出城去将军营中。进宫后，他们的马车直接就停到了凤仪宫的外面。楚宁领着叶思跟在素问身后进入凤仪宫之后，一个小宫女匆匆跑来冲素问说：辅国大将军府的老夫人正在主殿跟皇后娘娘说话。奴婢先领苏大少奶奶您去偏殿等候。楚老夫人今日进宫求见皇后娘娘，兴许跟我有关，能否劳烦素问姑姑去问问皇后娘娘，我能否去主殿后面旁听？不一会儿，素问就从里面出来了。苏大少奶奶，请随奴婢来。楚莹也是本宫看着长大的，她与苏应风的感情之好，本宫也很清楚。莹儿那孩子是个认准了某件事某个人就会一条道走到黑的人，请皇后娘娘看在莹儿对苏应风的一片痴情上，准许她以平妻的身份嫁给苏应风。老夫人如此偏爱楚莹，想来你们家旁人也是如此。本宫着实有些同情孤立无援的楚宁，故而在楚宁跟苏应风、楚莹三人的事情上，本宫会站在楚宁的身边。想来皇上也会如此，所以楚老夫人请回吧，本宫还要去与楚宁商量要事。孙瑜满心的不可置信，他万万没想到皇后会站到楚宁那边，还十分笃定地说皇上也会站在楚宁那边。皇后娘娘，楚宁眼下可是也在凤仪宫？温岚不答反问。若是在呢？还请皇后娘娘容老身与她当面说上几句。温岚便扫了一眼边上的宫女，那宫女转身进了隔间，然后将楚宁领了出来。臣妇楚宁参见皇后娘娘。起来吧。谢娘娘。楚宁见过楚老夫人。孙瑜眼里的怒意一滞，即将脱口而出的话也被那淡漠疏离到了极致的7个字给堵了回去。又听楚宁淡声说：关于贵府小姐想以平妻身份嫁给我夫君这件事，楚老夫人其实该去找我夫君的祖父祖母商量，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只要他们让我夫君给我一封和离书就行了。你愿意跟苏应风和离？是。
孙瑜不可置信了好一会儿，才收起怒意，说道：和离也好，迷途知返总比一错到底要好。就算日后没有人愿意再娶你了，我们家也能养你一辈子的。早年我身中剧毒，浑身是伤时，家师都养了我7年。如今我身体已然大好，不再需要昂贵的药材解毒疗伤了，家师肯定愿意养我一辈子的，所以就不劳楚老夫人你们费心了。你是真的想跟苏应风和离？是的。那你可需要本宫与皇上出面帮你。皇上日理万机，皇后娘娘您也要管理6宫，和离这种小事，臣妇不敢拿来麻烦您2位。你此前给安胜的祛疤膏是你做的吗？是。安胜用完你这祛疤膏后，脸上的伤疤已经淡化了4、5分。那么这祛疤膏你手里还有吗？有的。若不出差错，安胜公主用完这些祛疤膏之后，脸上的伤疤就能完全消失了。当真？温岚问得极其兴奋。安胜虽然非他所出，却一直养在他的膝下，加之安胜又是因为他的疏忽，脸上才会有了那么大面积的害人伤疤。温岚当即让人把那些除疤膏送到了安胜公主君染的手里去，而后又给楚宁了一堆赏赐，又让素问亲自把楚宁送回了苏国公府。这时候，宫中御书房那边，当今皇上君牧尘正准备着如以往一般逼君莫看着他用心挑选出来的一堆女子画像。从君莫年满16开始，他每个月都会逼着君莫看一堆待字闺中还未婚配的名门闺秀的画像。阿青，你也老大不小，该成家了，你好好看看那些画像，要是有相中的，本宫找母后为你指婚。顾青是东宫的侍卫统领，年长君莫5岁，10岁就到君莫身边了。就在他拧着眉冥思苦想推脱的说辞时，一个太医匆匆而来。那太医在向君牧尘、君莫父子俩行礼问安后，将一张清单呈到了君牧尘的面前。皇上，这是苏国公府的大少奶奶昨日让人送到太医院的药材清单，其上除去她以往要过的药材外，还多了一堆奇贵无比且带有毒性的药材，微臣等有些担心，特意拿来让皇上过目。他要带毒的药材做什么？按他的清单全部给他送去，要尽快。怎么，因为本宫要死了，所以本宫说的话不管用了？微臣不敢，微臣这就回去全部整理好，送往苏国公府。你身边的叶焕这2年一直在按他师父的指示，用以毒攻毒的法子压制你体内的毒，而你在此之前从没有插手过跟楚宁有关的事。难道楚宁要的那些带毒的药材是要用在你身上的？你背着朕跟楚宁接触过了？楚宁又不是父皇的什么人，儿臣跟他接触，没有事先知会父皇的必要。所以你真的已经跟他接触过了？他给你把过脉了？他怎么说？他说儿臣的毒早已深入五脏六腑，不好解，加之身体过分虚弱，不能随便用药，他要好好琢磨琢磨。那就意味着你小子死不了了呀！此前我嘴都要说起茧子了，你也不愿意让他给你把次脉，现在怎么突然就想通了？国师在我东宫里闭关修炼了5日后，说我的命格变了，而楚宁是助我彻底摆脱短命相的贵人。你有何打算？等他跟苏应风和离后，我会娶她为太子妃。既然你这个逆子死不了了，还非楚宁不娶，那朕往后就不费神帮你挑选名门闺秀了。你今天也别去打扰你母后了。城外，于静书在楚家军军营外等了约莫有1炷香的功夫，才终于见到楚离安父子4人。宁儿出了点事，将军，我们怕是要再一次失去宁儿了。楚离安当即就是一愣，楚家老三楚林却是没心没肺的自他身后探头问道：
楚宁出什么事了？他还能出什么事儿？肯定是苏应风回京之后又见过妹妹了，然后还没打消娶妹妹的念头，他不乐意妹妹进门，闹起来了呗。苏应风是见过莹儿了，还跟莹儿说了要以平妻的身份娶她进门，莹儿也是愿意的，甚至还说就算为妾也愿意。妹妹肯定不能为妾，若不是因为楚宁，她现在都已经是苏应风的夫人了。楚宁是哪里来的脸不同意？她还好意思闹啊？3年前楚宁执意要嫁苏应风的时候闹过一次绝食，这回她是又绝食了吗？绝食几天了？宁儿这次没有闹，她只是把莹儿之前给她的碧玉璧盒，还有你们祖母给她的房妈妈、群妈妈，都送回了我们府里而已，还说以后都再不会踏入我们楚家一步了。这不就是在闹吗？今早我去苏国公府见他，想跟他好好谈谈，恰逢素问姑姑奉皇后娘娘的命令到苏国公府接他入宫，他当时一脸漠然地唤我楚夫人。皇后召他入宫做甚？我不知道，兴许是因为母亲今日进宫，去请皇后娘娘为莹儿做主了吧。夫人莫急，我稍后会让林儿去苏国公府走一趟，让宁儿今晚回家。没用，他不会回的。昨个我让东陵去苏国公府叫他回府，他都没有见东陵。那便先等上些时日，等他气消了，我们再与他好好谈谈吧。待莹儿嫁入苏国公府一事，本来就是他介入了莹儿跟苏应风之间，他不答应也得答应。对，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去苏国公府一趟，让宁儿今晚务必回家一趟。行吧。楚林应得有些不情不愿，接着楚离安又冲余下二子说道：我们也去准备准备，傍晚回城。苏国公府里，孙瑜才刚见到苏国公夫妇，迎面他就笑呵呵地说道：哎呀，老身今儿在宫里见到楚宁了，他当着皇后娘娘的面儿与老身说愿意与你们家应风和离，成全他跟我们家莹儿。所以老身此时登门是想来问问你们几时给楚宁和离书，顺便我们也可以商议一下莹儿跟应风的大婚事。宁儿对风儿的感情之深，京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他眼下说要跟风儿和离，肯定只是气话。祖父、祖母，楚老夫人，你将李太医请来府上，可是你祖父祖母身子不适。托宁儿的福，我身体好得很。我身子近来也并无不适之处啊。风儿，你请李太医来做甚？孙儿方才在回府的路上遇到了李太医，就想请他来府上给祖父祖母你们探个平安脉。风儿这孩子想一出是一出的，劳烦李太医啦。苏大少爷一片孝心，正好下官今日也有闲，还请国公爷跟国公夫人准许下官为你们请个平安脉。苏应风一直在旁边紧盯着他，见他面色有异，立刻就问道：李太医啊，我祖母身体如何？李太医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道：且容下官再为国公爷请个脉。又过了2盏茶的功夫，在苏应风憋不住打算再一次询问的时候，李太医开口了：国公爷，据下官所知，这3年来您夫妇2人没有再传太医来请平安脉，是因为贵府的大少奶奶会医术，在为你们调理身体。苏敬周点头：这期间你们没有另请名医？没有。那能不能容下官见一见贵府的大少奶奶？下官想看看贵府的大少奶奶是如何为您夫妇2人用药的。须臾，清风院那边，苏应风一跨进院门，就被叶念给拦下了。苏大少爷，我们小姐此时在药房里面忙，她说在她出来之前谁也不见。小姐？
小姐说她迟早会跟苏大少爷你和离的。你去跟他说，李夫邱太医来我们府上了，李太医想看看他用在我祖父祖母身上的药方。苏大少爷，请稍等。苏应风就看见叶念快速的折返回来了，手里拿着10来包药跟几张药方。苏大少爷，我们小姐说她救急这次来势汹汹，此后恐没有精力再替苏国公夫妇把脉抓药了，请苏大少爷转告苏国公夫妇，让他们日后请太医为他们把脉抓药。苏应风将东西接过去，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些药方开得妙啊，用药也颇为大胆，下官受教了。苏应风眉头一皱，李太医，这些药方没有问题啊？没有，来之前我翻看了3年前你祖父祖母的脉案，了解了你祖父祖母3年前的身体情况，而你祖父祖母眼下的脉象和当时相比，好的简直像是脱胎换骨了呀。别说我了，就算是我们院判大人出马，都未必能有这个效果，所以我才想看令夫人的药方。此前我只听闻令夫人会医术，没想到她医术好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整个太医院都没有人能开得出这样的方子，难怪她能治好皇上的顽疾与诸多后遗症了。与他同样又惊又疑的还有孙瑜，顾不上跟苏国公夫妇说什么，就起身匆匆往外走。他想当面去问问楚宁，但他由苏国公府的人领到清风院后，却被叶念拦在了院门口，且他让叶念去传话，叶念都没有去，直接丢给了他一句：不用问，奴婢也知道，我们小姐现在不会想见楚老夫人。最后他是沉着脸被身边的人扶出苏国公府的，他得回去好好的查一查。而另外一边，苏应风在送李太医离开的时候，还是问了一句：那我祖父祖母有被人用药控制了的迹象吗？没有，绝对没有。但你若信不过我的判断，大可去查一查你夫人这3年间有没有经由别的途径购买过药材，因为她自打开始为皇上请脉开药后，她所用的所有药材都出自太医院。苏应风回京的时日虽然还短，却也是知道了楚宁每个月都会让太医院的人来给他送大量的药材。实不相瞒，我先前看你祖父祖母3年前的脉案时，觉得他们二老现如今怕是都撑不了多少时日了。可是他们二老眼下的脉象，只要继续由你夫人调理下去，活过100岁都不成问题啊。等他折返回主厅，刚进门就传来一声厉喝：过来跪下！说吧，你为何会突然去请李太医来府里？我就是有些担心祖父祖母你们的身体。说实话。我听爷儿说，楚宁对碧玉碧荷下了毒，还是下在他们母亲送给楚宁的金簪上的，有些担心楚宁也对祖父祖母你们下了什么毒，我就去请了李太医。苏敬周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连他都知道楚宁有多看重他母亲送给他的那对金簪，他竟然会在那对金簪上下毒，这是真的动了跟楚家划清界限的心思吧？那他恐怕也是真的想跟风儿和离了呀。看来有些事情得让风儿知道才行了。沉沉叹了一口气之后，苏敬周冲候在一旁的老管家冯昭说道：去我书房中将那些被皇上驳回来的折子取来。冯昭应声而去，很快就捧回了10来本折子。苏敬周示意他将那些折子给苏应风看过之后，自顾自地说道：自你领兵去剿匪后，一路捷报频频，每回你的捷报入京，我都会趁机上一本折子，请封你为世子，但皇上每次都给驳回来了。苏应风一一翻看着那些折子，心头是好一阵惊涛骇浪。如3年前一样，我把选择权交给你自己，你若要那世子之位，就必须尽快与楚宁圆房，并好好待他。至少表面上你得好好待他。因为这句话，
苏应风确定了他祖父并不看重楚宁，又听他祖父道：至于楚莹，楚宁若能点头同意他进府为妾，他便能进府；如若楚宁不同意，那你便只能与他了断，或是将他母子养在府外了。有皇后娘娘为颖儿做主，就算楚宁不同意。不等他说完，萧文秀就道：就是因为皇后不愿出面为楚莹做主，孙氏才会来我们府上。这个时候，楚宁正在药房里鼓捣一堆药材。太子的情况很不乐观，若非出身好，又得皇上看重，有足够多昂贵又稀少的药材，日日的吊着命，他别说活到25岁了，21岁的生日都别想再过了。而他的医术虽然曾经得师父师兄们夸赞举世无双，他也却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他得尽快去东宫给太子针灸一次，以此来判断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叶思进药房禀报他三哥楚林来了的时候，不见，但楚三少爷已经到清风院外边了，还摆了一副随时要硬闯进来的架势。你们打得过他吗？打得过。那他敢闯，就直接打出去。是。叶思领命出去后，外面很快就响起了打斗声。楚宁捏了捏眉心，就埋头继续倒腾面前的各种药材了，半点也不在乎外面的情况。过了好一会儿，楚林的叫骂声传入他的耳中：楚娘，你好样的，你有种就真的永远别回家了。随后叶思又进来了，楚宁头也不转地问道：他走了？苏大少爷闻讯过来，把他领去擦药了。好，你伤着他哪儿了？奴婢念着他到底是小姐的兄长，没有拿出真本事跟他打，他倒也没有下狠手，但那身手比奴婢预料的要好些，缠人的很。奴婢怕没完没了的会惊扰了小姐，后面就拿出真本事，3-2招就把他撂倒了，但他只受了一点皮外伤。楚宁挑了挑眉，叶思3-2招就撂倒了楚林呐，就算楚林也没有拿出真本事，那也够厉害的了。看来他是低估了太子给他的这4个人呐。想到太子，他说道：你给东宫送一个口信儿去，说明晚我会去东宫一趟，让太子明天上午过后不要服用任何药物。是。叶思应声退下后，楚宁刚要继续，叶想又进来了。小姐，苏国公府的大小姐求见。苏映霞，苏映霞是苏应风的妹妹。以后她来了，不用问我，直接赶走。再顺便告诉她，我已经不想讨好她跟她哥了，以后不会再帮她做擦脸的东西了。是。叶想应声而去。院门外，苏映霞听说楚宁不见她，也不会再帮她做东西了，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但她立刻就想到了原因，连忙冲叶想说道：你告诉楚宁，只要他继续帮我做那些擦脸的东西，等以后啊，我嫂嫂进门了，我一定会站在他这边的。哼，你唤你哥还没进门的姘头做嫂嫂，唤我们小姐却是直呼名字，你觉得我们小姐会信你？我嫂嫂才不是我哥的姘头，她是我哥的心头肉，是我哥最爱的人。可是你哥都让她在没有进门的情况下怀孕了啊！奴婢虽然不是男人，但奴婢身边有心中有挚爱的男人，所以奴婢知道，真正爱一个人的男人是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苏映霞气呼呼地离开之后，楚宁又将叶想唤进了药房，把4个大小不一的瓶瓶罐罐递了过去。你把这些送去给2房苏映和，我已经贴好用法用量了，让他照着使用即可。是。哦，对了，他身边的丫鬟脸上似乎也有不少斑斑点点，你跟他说，他如果信不过我，可以先在他那丫鬟脸上试试效果。是。此时清风院隔壁的笑风院里，苏应风正在亲自帮楚林上药，楚林痛得龇牙咧嘴的，却死要面子，愣是一声也没有喊叫。等苏应风把药放下，让他把衣服穿好了，
他才抽着气道：皇上送给楚宁的那4个丫头到底是什么来路啊？身手好的这么离谱。他都由着手底下的人把你打飞了，看来是真的想跟你们楚家断绝关系了吧？谁给打飞了？我就是给他一脚踢了摔了一下而已，哪有什么真的想断绝关系还是假的想断绝关系啊？他就是在闹脾气，上一回他是用的绝食来闹，估计是当时饿惨了，这次呀才换了花样。那他要是一直这么闹下去怎么办？你们祖母进宫请皇后娘娘为我跟莹儿做主，皇后娘娘却没答应，而我祖父那边又咬死了得他点头才行，我现在都要愁死了。皇后娘娘没答应啊？要他点头还不简单吗？他那么喜欢你，你稍微对他好点不就成了？苏应风抿着嘴不说话了。他之前也觉得很简单，可现在他不那么觉得了。但他又不能展开了跟楚林细说。五国大将军府，楚莹自打孙瑜出门后，就心情很好的哼着曲儿，在闺房里头绣嫁衣。好不容易等到孙瑜回来了，他满心欢喜地跑去孙瑜的院里，却听孙瑜说皇后娘娘没有答应为他做主，他当场就有些傻眼。孙瑜怕他急，就让人去叫于静书过来商量。于静书刚从城外回来不久，十分疲惫不说，心里还乱得很，没有精力跟孙瑜商量。晚上将军他们会回来，将军说会让灵儿去苏国公府叫宁儿回来。你们父亲都出马了，楚宁今晚该是会回来的，到时候祖母一定会让他点头同意你进府的，且还是以平妻的身份进府。傍晚，楚离安跟楚贺、楚炼父子3人从城外回来。从早他们半盏茶抵家的楚林口中得知，楚宁不仅没有见楚林，还让人直接把楚林打了出去。之后楚贺、楚炼脸色都更不好看了，他们觉得楚宁闹过了。那就再等些时日，等他稍稍气消了再说。楚莹纵然心里焦急，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人给苏应风送了口信过去，让苏应风夜里来见他。但苏应风在为要去下跪求楚宁那一茬发愁，没来。这也是楚莹头一次没把苏应风叫来，导致他整晚都没有睡着。小姐刚起，等小姐用完早膳后，奴婢会去问小姐见不见你们，你们且先等着吧。然后桂嬷嬷跟东陵这一等，就足足等了近1个时辰。期间管家领来了一大群太医院的人，送了一堆药材进去。等管家去送太医院的人离开之后，东陵和桂嬷嬷又在清风院外边等了许久，才等到叶思再次从里面出来。东陵跟桂嬷嬷都已经站到腿软，也晒得满头是汗了。抱歉二位，奴婢伺候小姐用完早膳之后，忙着去帮小姐整理太医院的人送来的药材，压根儿把你们二位求见小姐一事给忘了。方才才想起来，我们小姐说了，她都已经把贵府给她的东西全部还回去了，以后就跟贵府毫无瓜葛了，自然不会再收贵府的任何东西。您请回吧。东陵僵了僵，又见叶思转向桂嬷嬷说：我们小姐已经知道嬷嬷来意，但我们小姐手里已经没有老夫人用的那种安神香了。至于老夫人让嬷嬷送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小姐说了，这3年来她用在国公爷跟老夫人身上的都是好药，却从未跟他们要过分文，所以老夫人送过来的东西她会收下。桂嬷嬷听着狠狠地皱起了眉，看来大少奶奶这次的气是不容易消了，也不知道大少爷什么时候才会来哄大少奶奶。而老夫人没有拿安神香，夜里是睡不安稳的。如果大少奶奶一直这么气下去，那老夫人好不容易得大少奶奶调理好的身体，不是又得垮回去了吗？想到这一点，桂嬷嬷都没顾得上送东陵出府，直接去了孝丰院。少爷，大少奶奶因为您要娶她妹妹一事，气到断了给老夫人的安神香，昨夜老夫人就没有睡好了。长此以往下去，只怕老夫人好不容易得大少奶奶调整好的身体，又得垮回到3年前的状态呀。你这是在催我赶紧去清风院跪下求楚宁？老奴只是想请大少爷尽早去哄哄大少奶奶，免得大少奶奶气狠了，真动了真格生气。我还怕她真生气了。大
大少爷您自然是不怕的，可老夫人跟国公爷离不了大少奶奶呀。切，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医术，怎么就离不开他了？你赶走吧，别打扰我睡觉。待我睡醒了，就去寻一名名医进府做辅医。而他走后，苏应风埋头睡到了傍晚。等他洗漱用膳过后，磨磨蹭蹭地去到了清风院外面，正好撞见楚宁从清风院里面出来。该也知道过时不候的道理吧？现在，你就算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同意楚莹进门了。谁要跪下求你了？我是来劝你不要不知好歹的。我虽然在大婚当天羞辱了你，还撇下你远走3年，但我祖父祖母待你是极好的，你不该因为与我赌气而迁怒到我祖母身上。若是惹得我祖父祖母也不喜欢你了，你在我们苏国公府就更没立足之地了。纠正一下，我不是在跟你赌气，而是不要你了。所以我已经不稀罕你们苏国公府的立足之地了。但我身后有皇上撑腰，你祖父还有一个必须把我禁锢在你们苏国公府的理由。所以那劳什子立足之地，就算我不想要，你们也会硬塞给我。苏应风捏起拳头，恨不得直接一拳头挥过去打死他。东宫，君莫今日起来之后就滴水滴米未进，药自然也没有喝，急得东宫的一群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停地在他寝殿外徘徊。殿下，苏国公府的大少奶奶来了。那人话音都没有落下，就有人一巴掌拍在了他的头上。什么苏国公府的大少奶奶，进了我们东宫，那就是我们的太子妃。赶紧的，把人请过来。是。那人慌忙转身往回跑，然而他恨不得扛起楚宁，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君莫寝殿外面去。楚宁却信步跟在他身后，左看看右看看，像是来参观他们东宫的。等他终于把楚宁领到了君莫寝殿外边，先前围在门外的那一群热锅上的蚂蚁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了顾青和叶焕。叶焕是负责给君莫解毒调理身体的大夫，师承名动四方的毒手医圣，虽然才24、25岁，医术却十分了得，但他救不了君莫，拼尽全力也只能尽可能的延长君莫的时间，且已经快到极限了。万师兄好。师兄，我师父是神医谷现任谷主。什么？你就是我师父口中那个被师叔藏起来，死活不让他见的小师妹？神医谷就我一个女弟子，应该是我。那你这5年前我离谷时，师父让我对外隐瞒实力跟出身，不然就不放我出谷。就在这个时候，身着白色寝衣，墨发散乱，面白如纸的君莫冷着脸跟白无常似的，阴恻恻冲楚宁问道：你是来给我施针的，还是来跟叶焕相认的？臣父自然是来给殿下施针的，跟叶焕师兄相认只是顺便。而君莫周身的冷意因为他的一个笑瞬间散了一大半，咂舌了一声说道：都说你在我面前不用自称那些虚的了。不早了，请殿下去躺下吧，我给殿下把个脉，就要开始施针了。他话音未落，顾青就上前把君莫扶回到了榻上。随后楚宁为君莫把脉时，顾青和叶焕就一左一右地站在他的身后看着，看来殿下有救了。在他暗自兴奋的功夫里，楚宁已经打开了盒子，把要用到的针一一挑了出来。挑完，他就伸手去扯君莫的腰带，但君莫飞快地用双手护住了自己的腰带。你这是做甚？帮殿下脱衣服呀。你要在何处施针？殿下背上。那你松手，我自己脱了衣服趴好就行。转过去。楚宁皱皱眉，轻声说：说是这次顺利，下次我得在殿下泡着药浴的情况下为殿下施针，所以后面的话楚宁没有说出口，但暗示的已经很明白了，到时候他还是什么都能看到。
所以他现在转过身去没有任何意义。泡药浴是要脱光？不用，上半身光着就成。是吗？君莫声音轻飘飘的，楚宁听得下意识抿了抿嘴。你若不想转身，闭上眼也可。待顾青帮君莫褪去上衣，扶着他趴好之后，他得顾青的提醒睁开眼，用最快的速度把准备好的银针一一扎到了相应的穴位，从背后到后颈，再到后脑勺。转眼的功夫，君莫背上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银针。完事儿，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师兄，我有些口渴。叶欢立刻去给他倒了一杯温度适中的茶来，等他一口气喝完，他才道：小师妹好生厉害，下针的速度让我望尘莫及啊！殿下别忍着，吐出来。顾青闻言就去一旁的角落里抱了一个痰盂出来，正要放到床边，就见楚宁对他摇了摇头。我要知道用这套针法能逼出多少毒血来，也要观察一下毒血。顾青就把痰盂放回去了，而后殿下听话，吐出来。几乎是他话音一落，君莫就趴到床沿吐出了一口黑血，一瞬间整个房间都弥漫开了一股恶臭。如何？你有几成把握能治好殿下？太子8岁时，师兄你才12、13岁。我要是没有猜错，当时为太子解毒疗伤的人是余年师伯吧？是。那师兄可有听师伯说起过当时的情况？师伯他为什么没有给太子把毒完全解了？小师妹，你通过把脉跟观察毒血，就知道殿下当年的情况了。叶焕见他不想回答，这才又把声音压低了几分。我是到殿下身边4、5年之后，才慢慢摸清殿下身上当年发生了些什么的。然后我修书询问了我师父，之后他老人家特意赶来京城见了我一面。据他老人家说，他是被师叔绑了丢进宫里的，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跟当今皇上证实了自己的身份，心里本来就窝着火，而他应下为年幼时的殿下解毒后都做好准备工作了，小殿下却在听了他的解释后，死活不愿意让他封死那些必须要封住才能彻底解毒的穴位。师父说他当时心想，屁大点的孩子说的话肯定做不了数，就打算直接弄晕小殿下开始解毒。结果他还没有动手，小殿下就说他那么做是多此一举，因为他要是成了废人一样会死。当时小殿下甚至还威胁师父说，师父要是擅自封了那些穴位帮他把毒解了，那他醒来后能动了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杀。他还能把他的死栽赃成我们药王谷的死法，让我们药王谷背上谋害太子的罪名。当时我师父还没有离开药王谷，担心累及大家，就去询问了当今皇上的意思。没想到当今皇上竟让他按小殿下的意思来。说到这儿，叶焕又往楚宁身边凑近了几分。殿下当时才8岁，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就意味着他们皇家远没有外人看来那么和谐。小师妹，你可千万不要做皇家媳啊！楚宁瞥了他一眼，心说他这语气看来是知道太子对他有意了。然后他前面一踏入东宫，就感觉到了东宫的人对他恭敬的有些过了头。难不成整个东宫的人都知道太子对他有意？这也太吓人了，连忙道：我现在是有妇之妇，之后是下堂妇，不可能做皇家媳的。一来皇室的人不可能同意太子娶一个下堂妇做太子妃，二来我死也不会为妾。想来师兄刚刚也从那毒血中闻出来了，太子体内有器官快要坏死了，而且很有可能还不止一处，那比我之前把脉得出的结论要严重得多，所以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只能说尽全力一试。叶焕点点头，眉心微微的拧了起来。师兄，你们采用以毒攻毒的法子为太子解毒的思路是对的，但太子的身体明显已经承受不起以毒攻毒所产生的负担了，所以得暂停，改用针灸来压制住大部分的毒，先帮太子调理一番身体，
之后再视太子的身体情况来决定要不要继续以毒攻毒，以及如何以毒攻毒。另外，太子每日的饮食也需要调整，之后我会拟一个食谱让叶思送过来。楚大小姐，殿下有话要跟你说。你方才仔细地闻了那毒血的味道后，脸色变了。可是我的情况很不妙。楚宁如实点头，君莫便又问：之前国师说我能活到25，你觉得我能吗？能。那我的性命就全权交给你了。以后你有任何需要用到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寻思间，他看见东宫的总管事叶静端来了一碗药膳粥。我们殿下眼下太虚弱了，无法自行用膳，有劳楚大小姐喂一下我们殿下。哎呀，我们殿下呀，因为常年服药的缘故，食欲这一块老早就出了问题。老奴等为了让殿下尽可能的多吃一点，愁的是头发都白了呀。然后老奴听说皇上此前食欲不佳时，楚大小姐你都有法子让皇上多吃些，所以还望楚大小姐受累喂一次我们殿下呀。楚宁有些无奈，加之君莫此刻的眼神中有着很浓的期待，他只好暗暗地叹了一口气，从叶静手里接过碗筷，舀了一勺粥，稍微吹了2下之后喂向君莫。而君莫不仅很配合地张嘴一一吃了，还很给他面子的把整碗都吃光了。楚大小姐能早些与苏家大少爷和离就好了，到时候呀，就算是3跪9叩，老奴也得把他请到东宫来。以后别那么多话。这时无痕匆匆而来。殿下，属下刚刚收到消息，楚家2小姐将楚家大小姐送还给她的2个丫鬟都杀了，还将那2个丫鬟的尸体藏入了城中一处冰窖中，企图将那2个丫鬟的死嫁祸到楚大小姐头上。哼，楚家后的跟眼珠子似的，就是这么个不知死活的玩意儿。把这事告诉叶思，宁宁姐回楚家前在江湖中待过几年，不知后宅夫人的险恶，所以本宫得让她知晓，若她对付不了，本宫再出手。殿下英明。此时东宫门前，叶欢将楚宁送到马车边上之后，突然脱口问道：我8年前去药王谷时不曾见过小师妹，到殿下身边后又不曾离开过京城，不知小师妹是如何认出我来的？师父曾给我看过余年师伯跟叶焕师兄你的画像。师兄回去照顾太子吧，我得走了。叶焕点点头，等他上了马车，又目送他的马车远离了东宫，才转身回君莫的寝殿。殿下明鉴，小的对小师妹绝对不会有旁的心思，永远都不会。我说你有了吗？那这突然坐起来死死地看着他，是为了哪般？又听君莫说道：你就算对他有了旁的心思，我也不会放在心上。反正你配不上他，他是不会喜欢你的。殿下英明，小的的确配不上小师妹。我父皇为了帮楚家找到他，耗费了不少人力财力，虽说最终是将人找到了，却至今也没有查到他在8岁到15岁之间身在何处。没想到他竟在药王谷。顿了顿，他问：你可知他是如何去到药王谷的？啊，小的不知，但家师曾无意中跟小的提到过一句，小师妹初入药王谷的时候，情况比她最初见到的殿下都还要糟糕几分。君莫的双手蓦然收紧，宁宁姐比他在那个地方待得久，比他更严重是肯定的。所以在父皇的人找到宁宁姐之前，他虽然一直在逼着父皇帮他找人，但心里却很清楚找到的希望很渺茫。若非6年前国师第一次来到东宫见他时，很笃定地说他一定能够找到他心里念着的人，他当时怕是都有可能会选择放弃了，因为当时的他一度都快不行了。想到这儿，君莫突然偏过头冲叶静说：
把库房里那串舍利佛珠给国师送去。是。叶静一头雾水地退了下去。你师父还与你说过旁的有关他的话吗？功夫，楚宁前脚回到清风院，后脚就有人去苏敬周跟前禀道：国公爷，大少奶奶今日出门是去了东宫。东宫，苏敬周的心头狠狠一跳，当下就摆了摆手，让来人退下。然后他捏了捏眉心，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楚宁到底还是跟太子扯上关系了吗？来人，去把大少爷唤来。是。有人在他书房门口应罢之后，不过半盏茶的功夫，就把苏应风给请来了。我给你7天时间，7天之内你若不能哄好楚宁，跟楚宁把房圆了，我就会上折子请封应之为世子。苏父，您说什么？我说7天之内，你若不能跟楚宁把房圆了，再哄得楚宁跟过往一般待你，那我们苏国公府的世子之位，你就别想要了。这一次，苏应风是彻底听清了，脑子里都轰得空白了一瞬。倒也不是因为必须要跟楚宁圆房，也不是因为要去哄楚宁，毕竟他原本就打算勉为其难地跟楚宁把房圆了的，而楚宁那么喜欢他，要哄他只是一件小事儿。他是震惊于祖父竟然要将他们苏国公府的世子之位给苏应之。常人5岁到8岁时的经历，通常是不会忘得一干二净的，但你却忘得干干净净。你想知道原因吗？你5岁那年发生了一桩大事，你应该都有所耳闻。祖父指前朝余孽在京中大肆投毒，害死了近千百姓那桩事儿。正是。难道我当时也中毒了？所以后来我丢失了3年的记忆？不，你当时被人从府中劫走了，同时被劫走的还有楚宁。苏应风不傻，反而还极其聪明。当下他就隐约猜到了他祖父为什么会突然提起那3年间的事情了。这是想告诉他，楚宁那么喜欢他是有原因的吧？当年我们将你救回来时，你已经奄奄一息了。过了1、2个月你才醒，而你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求我去救楚宁，说他为了救你受了很严重的伤，就快死了。当时我跟你祖母反复跟你说，那群反贼已经被朝廷剿灭了，楚宁失踪了，但你不信，总趁身边没人的时候往外跑，好几次都导致伤情加重，险些落下终生的残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请了了元方丈来给你催眠，让你忘了那3年里的事，还把你送到皇恩寺去住了1年。苏应风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没有说出口。在皇恩寺那1年的事儿，他还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他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执着于让自己变强，思及此，苏应风突然觉得心里微微一拧，同时觉得有些羞愧。就算他已经不记得了，楚宁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呢，可他是如何对待他的？结合你小时候昏迷不醒时说的一些胡话，还有楚宁对你的态度，你7、8岁那会儿可能跟他说过，无论他以后变成什么样子，你都一定会娶她。但5年前他被楚家找回后，得知你已经忘了他，还跟楚莹情投意合了，他本不会介入你跟楚莹之间的，是我去找了他。我跟他说，你当年刚被我们找回来的时候一直在念叨他，后来发了一场高烧，烧得十分厉害，才会忘了他。还说你只是将楚莹当做了他。我还在他点头同意与你完婚后，
要求他不要在你面前提及那3年里的事。他好似也通过催眠忘记了大半那3年里的事儿，只保留了与你相关的部分，所以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他说那么痛苦的记忆，他一个人记得就好了。至于我不惜做到那个份上，也要让他嫁进我们苏国公府的原因，我还不能与你具体说。你只需知道他楚宁今生必须是我们苏家媳，就算死了，他也只能葬入我们苏家祖坟，否则等着我们苏家的便是家破人亡，遗臭万年。苏应风给最后的那一句话震得不轻，家破人亡还要遗臭万年，楚宁有那么重要吗？且他们苏家可是经历了3朝的数百年世家大族了，只要没有犯下弥天大错，怎么可能沦落到那步田地？因此震惊过后，苏应风笃定地认为他祖父这是常年信卜卦算命的那些，已经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了。但苏敬周又斩钉截铁地说道：所以你若想要那世子之位，想要我们苏家继续这样富贵昌盛下去，就必须尽快与楚宁圆房，并与他成为琴瑟和鸣的恩爱夫妻。既然他重要到攸关到我们苏国公府的未来，祖父你怎么现在才与我说这些？苏敬周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开口解释。他以为楚宁那么喜欢风儿，一定会很好说话的同意楚莹进门，只要他能约束着风儿偶尔对楚宁好一点，那就出不了岔子。只等太子一死，一切就成定局了。谁料想楚宁不仅没有同意楚莹进门，他还生出了和风儿和离的心思，甚至还立刻就跟太子搭上了线儿，这才逼得他不得不与风儿说这些。这个时候清风院内，楚宁正在药房里全神贯注地为君莫拟食谱，然而拟来拟去，他始终都不怎么满意。等他埋头终于拟出了最满意的食谱，一转头发现天都已经微微亮了。楚宁拿着那张食谱走出药房，冲着在外面守了他一夜的叶思说道：送去给我师兄。是。叶思接过食谱纵身而去。楚宁上床睡觉之后一直都睡得很不安稳，梦里尽是苏应风跟楚家人的嫌弃，甚至是唾弃他的场景。醒来时眼角都是湿润的，想来是在梦里哭过了。他万万没想到，他整理好情绪之后，一坐起身就听见了君莫的声音：你不是说已经不爱苏应风了吗？怎么还会因为他难过到在梦里哭出来？既然你这么喜欢苏应风，我帮你把他从楚莹手里抢过来。楚宁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刚想说没有那个必要，就又听君莫道：不对，他现在还是你夫君，我应该帮你把楚莹杀了，再拿太子的身份去威胁他好好待你。语气平缓，仿佛只是在说今儿天气不错，但他周身却不断有杀意漫开，显然不只是说说而已，只怕他现在要是点头，他真的会那么干。可见他冷厉残暴，一言不合就要砍人脑袋的传闻并非是空穴来风，只是对他格外的好说话罢了。个人自有恶报，楚莹的恶报还在后头，现在就让他死了也太过便宜他了。至于苏应风，我说不爱了就是真的不爱了，殿下信我。那你为何会在梦里喊着他的名字哭？楚宁糟心地抿起嘴，一想到他在梦里喊着那个渣子的名字哭了，他就觉得膈应。殿下今日身体应该还很虚弱，不知是为何事而来找我。我听说你为了帮我拟食谱熬了一宿，作为回报，我亲自来告诉你一件跟楚莹相关的事。我既应下了与殿下合作，那就是要想方设法治好殿下的，所以熬夜拟食谱是我分内之事，
殿下无需放在心上。日后殿下也不用亲自来见我，差个人来告诉我，或者传我去东宫就成。你就这么不乐意我来你房里啊？是挺不乐意的，毕竟殿下你这么来我闺房，传出去了，会有损殿下的名声。哼，我像是会在意名声的吗？殿下以前不在意，那兴许是觉得活不长久，可我一定会治好殿下的，所以殿下往后还是在意一下的好，免得什么？免得日后影响了殿下跟太子妃的感情。这就不劳你费心了。我的太子妃虽然不太好看，但人可好了。楚宁抿着嘴，眨了眨眼，瞬间松了一口气。他不知道，君莫看出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之后，都气到磨牙了。他都特意加了不太好看这4个字儿，他愣是没听出来自己指的是他。他是不是被药王谷的人给宠傻了？他以前明明可聪明了，他所有的心思都瞒不过他，现在自己的心思他却猜不到了。暗暗气了好一会儿，君莫才又起口道：你送还给楚莹的碧玉璧盒已经死在楚莹手里了，他还打算把那2人的死推到你头上。殿下的身子要钱，以后这种小事儿殿下还是不要亲自来的好。你的事在我这儿都不是小事，毕竟我们是合作伙伴。那殿下你可以叫我过去亲口跟我说，我身体好，多跑跑没事。你总往我东宫跑，就不怕生出什么流言蜚语？不怕，反正京城里没人不知道我喜欢苏应风，加之我这长相，但凡有眼睛的人都……你不是已经不喜欢苏应风了吗？是不喜欢了。那行，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先走了。话音未落，君莫就推开窗户闪身而去了，利索的根本就不像是重病到快死了的人。楚宁从他的好身手里面回过神来之后，才开始纳闷他想做什么，但他也没有想多久，因为很快叶思叶想他们就进来伺候他洗漱用膳了。吃过晚饭之后，他才听见叶思说苏应风上午跟下午都来过清风院，就道：你们做得很好，之后也直接把他赶走就行。然后他去药房里取了2个瓷瓶出来，递向叶思说道：你应该知道楚莹把碧玉璧盒的尸体藏在哪里了吧？是，奴婢知道。我给你的是化尸水，你去把碧玉璧盒的尸体处理了，再找2具身形跟碧玉璧盒差不多的尸体放进去。是。叶思应声退下之后，楚宁又一头扎进了药房。只是没一会儿，冯昭就来了，说是东宫总管事请他去东宫为太子请脉。所以殿下是喊我来为你吃饭的？是，也不是。楚宁满头的问号，但君莫已经微微张开嘴等着他喂食了。他模样生得好，饶是由旁人来做可能会很不得体的张嘴等投喂，在他做来也是赏心悦目，贵气逼人，甚至还透着那么一点可爱。所以楚宁也就没有再问了，专心喂食。等君莫吃饱了，他才开始给他把脉，脉象比起昨天来还是要更虚了一些。总管，此后2日，你们需将太子殿下看管好，别让他出东宫一步。2天后，我还要为太子殿下施1次针。届时太子殿下的身体若是太过虚弱，可能会很危险。你们应该也不希望你们家殿下死在我的针下吧？楚大小姐放心，此后2日，老奴等会寸步不离地看着殿下的。别说是东宫了，就是这间寝殿，老奴都不会让殿下有机会出的。君莫两眼微微一眯，这老东西是想以下犯上不成？叶京太了解他了，当下就往楚宁身后挪了几步。殿下若想早日迎娶太子妃进门，还是乖乖听楚大小姐的话为好。君莫瞬间没了脾气，楚宁则是立刻就起身告辞了。毕竟叶静口中那个君莫想早日娶进门的太子妃，很有可能是自己。叶静堆满了笑脸，毕恭毕敬地把他送出了东宫，然后折返回去，就冲君莫问：殿下，楚大小姐方才离开时的速度快得像是有鬼在后面追她似的，她是不是已经知道您对她的心思了呀？该是知道了吧，毕竟本宫也没藏着掖着。
殿下您谦虚了，您何止是没有藏着掖着呀，您就差在我们每个人的脑门上都刻上您喜欢楚大小姐了。呸！明明是你们就差把本宫喜欢她这件事刻在脸上了。老奴瞧着楚大小姐好似不喜欢殿下您呢，殿下您觉得呢？她要是喜欢本宫，还有苏应风那渣子的事吗？而且她才刚对苏应风死心，短时间内哪可能再动心啊？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大不了本宫等他20年。大半个时辰之后，苏国公府外马车刚一停稳，楚宁就听见叶思说：“小姐，您父亲等在府门外。”见过楚大将军。听到他的称呼，楚离安脸色明显一沉，可他刚要开口训斥楚宁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楚宁就已经转身往苏国公府里走了。他连忙伸手去拉楚宁，却被跟在楚宁身后的2个小丫鬟给拦住了。其中一个小丫鬟还厉声地对他道：“我们小姐已经跟楚家划清界限了，请楚大将军自重。”她是本将军的女儿，哪可能说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就奴婢所知，楚大将军已经好几年没有拿我们小姐当女儿看待过了。如今我们小姐想跟楚家划清界限了，楚大将军却想起来我们小姐是您女儿，您早干嘛去了呀？你，谁给你的胆子，这般与本将军说话？皇上给的。楚离安噎了一下，没再理会那个小丫头，径直看向楚宁道：“你适可而止吧，莫要闹到没有退路了才知道后悔。”楚宁装作没有听到，还加大了步子。又听楚离安愠怒地压着声音问：“你这2日接连出入东宫，是皇上让你去给太子请脉治病吧？”这一次，楚宁倒是停下了脚步。他知道楚家和苏国公府一样，都是拥护2皇子君锦的。我知道楚大将军今日是为何而来了，但我已经答应了太子，会治好他，就绝不会食言。所以楚大将军，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拿父亲的身份来逼我跟太子划清界限，而是直接对外宣布，我楚宁已经跟你们楚家毫无瓜葛了，因为我已经跟你们楚家划清界限，绝不会再听你们的了。你真是冥顽不灵！太子若还有生路，友情提醒楚大将军一句，太子没有生路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你在我这个外人面前说不太合适。楚离安眉头都已经拧到快打结了。楚鹤从一侧的墙头跃下来，冲着楚宁说道：“既然你如此想与我们楚家划清界限，那就如你所愿。”鹤儿。楚离安略显责怪地看向楚鹤，眉眼间满是不赞同。而楚鹤刚刚是从苏国公府里面跃出来的，是帮楚莹跑腿儿来给苏应风送了什么口信吧？毕竟这2天苏国公夫妇都在逼着苏应风跟自己圆房，苏应风应该没有功夫去见楚莹。思及此，他心情很好地冲楚鹤笑了笑。不愧是楚大少爷，比楚大将军要好说话多了，还请早日对外宣布。话落，他便快步进了苏国公府。叶思紧跟在他的身后，叶想则留在后方，确保楚离安、楚鹤父子2人不会再阻拦他。等叶想也进了苏国公府里，楚鹤才压低声音对楚离安说道：“父亲稍安勿躁，孩儿觉得楚宁不可能是真的想跟我们断绝关系，毕竟他离了娘家后，在京中什么也不是，根本无法在苏国公府里站住脚，他早晚会后悔的。我们只需等到他后悔的那一天，逼着他点头同意妹妹进门就行了。”你们母亲的意思是，宁儿若实在是不愿意，我们就为莹儿另择家婿。我不同意，凭什么楚宁不同意就要让妹妹再一次受委屈？而且妹妹那么喜欢苏应风，除了苏应风，旁人无论多优秀，在妹妹眼里都不可能会是家婿。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宁儿身后还站着皇上，只要他不点头，莹儿就不可能进得了苏国公府。父亲，回去之后我们就立刻对外宣布，我们楚家与楚宁再无任何瓜葛了，那样皇上就不会再做楚宁的靠山了。楚宁怕是认为我们曾经找了他那么多年，肯定不会弃他不顾，才敢说出让我们对外宣布与他再无关系那种话来。
一旦我们出乎他预料对外宣布了，他肯定会后悔，然后一定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哎，那就先对外宣布吧，你来安排。好，不过这件事儿得先瞒着你们母亲，她心软，肯定不会同意。此时的苏国公府内，清风院门前，楚宁远远的就看见了等在清风院门前的苏应风。有何贵干？你去东宫了？是。去给太子治病的？是。你应该知道我们苏国公府是站在二皇子那边的吧？知道。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你是苏家媳，你频繁出入东宫，会令二皇子对我们心生猜忌。你把休书，不对，和离书给我，我就不再是苏家媳了。你以为耍这一套，我就会高看你几眼了吗？我告诉你，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的厌恶你。你要是还想跟我做夫妻，就不要再去东宫了。念着你小时候救过我，我会给你圆房，也会在莹儿进门之后尽可能的。不想听他废话，楚宁直接打断了他。是你祖父跟你说的，我小时候救过你吧？为了让你乖乖跟我圆房。是又如何？也不如何呀，只不过他的主意算盘要落空了。现在不是你愿不愿意跟我圆房了，而是我不愿意了。按我祖父所说，你喜欢了我10几年，我才不信你能因为我要娶莹儿就彻底对我死心。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别等到无法挽回了再来后悔。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和你圆房，你点头让莹儿以平妻的身份进门，之后我不会再去旁人，只会一心一意的对你们姐妹俩好。晚了。楚宁没等苏应风把话说完，丢出那2个字之后，直接伸手推开了院门。叶思叶想2人就拦在了门前。见状，苏应风语气瞬间又变差了不少。莹儿到底是你妹妹，她都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你真忍心让她在娘家大了肚子遭世人非议吗？楚宁没忍住笑了一声。你跟她在床上翻滚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她可能会遭人非议呢？既然你都忍心，我有什么不忍心的？更何况，且不说我现在已经跟楚家断绝关系了，就算没有，她楚莹也不是我妹妹。你这话什么意思？你问楚家人去，我累了，没精神跟你多说废话。楚宁这话一出，叶思叶想2人就同时退入院内，直接将院门给关上了，气得苏应风差点想抬脚踹门。此时已是戌时3刻，楚河安排人将他们辅国大将军府与楚宁断绝关系的消息放出去之后，不出1个时辰，就传遍了京城所有的酒楼妓馆。隔天天刚亮不久，大街小巷的人就已经都在谈论那桩事儿了。楚莹也很快就从丫鬟口中得知了。怎么会这么突然？我还打算等利用碧玉碧荷的死，让苏国公夫妇把楚宁那个丑八怪赶出苏国公府之后，再来想办法斩断那个丑八怪跟楚家的关系的。有人没有经过母亲的同意，就擅自把跟楚宁断绝关系的消息放出去了。思及此，你去瞧瞧大哥还在不在府上。楚莹听到脚步声，尚未看见楚鹤人的时候，就已经换上了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大哥，我刚刚从金枝玉叶他们口中听说今儿个城里人人都在谈论我们将军府对外宣布了跟姐姐断绝关系，那是真的吗？是真的，他明知我们将军府是拥护二皇子的，还屡次跑去东宫为太子医治。不过他到底是我们楚家的人，对外宣布断绝关系，也只是为了逼迫他点头同意你过门，并非真的要与他断绝关系。所以这件事，我给府里的人下了死命令，不许任何人告诉母亲。妹妹，你也莫要去母亲面前说道。楚莹点着头，应得十分乖巧，广袖中的小手却已经是紧攥成了拳头，竟然不是真的要跟楚宁断绝关系，而只是为了逼迫楚宁点头同意他过门。不过有的时候假的传着传着就会变成真的了，再加上外人并不知道这是假的。大哥，你昨日帮我去苏国公府跑腿，辛苦了，我特意做了一些糕点来犒劳大哥。大哥，你快尝尝。片刻后，他前脚走出楚莹的房间，楚莹立刻就变了脸色。明天绣衣房的人会来府里，你们去知会绣衣房里的人一声，让他们明天把楚家对外宣布跟楚宁断绝关系那桩事情透露给母亲。事后母亲若迁怒于他们，我会承担他们的损失。是。
是。金枝跟玉叶齐声应罢，双双退了下去。他们走后，楚莹冷着脸phủ上了万间的玉镯。苏国公府，萧文秀从下人口中听说楚家对外宣布跟楚宁断绝关系那件事之后，立刻去了苏敬周的书房。没等他说什么，苏敬周就道：楚家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无需理会。无需理会，意思你看中的不是楚宁身后的楚家，而是楚宁身上有其他的利用价值。我若看中的是楚宁楚家女的那层身份，换楚莹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就直接置之不理。现在京城已经有不少人在谈论我们几时会将楚宁扫地出门了。那就对外说，楚宁永远是我们苏家媳，我们绝不会因为她跟娘家的纠葛而抛弃她，或是轻看她。萧文秀皱眉看了他良久，才点头去办。宫中，温岚因为楚家对外放出的那个消息，久违地去了御书房。皇帝对于他的到来是又意外又惊喜，刚要起身迎上去，就见他板着脸凶巴巴地说：那辅国大将军府里都是些什么人呢？楚宁被他们找回来之前，他们兴师动众，大张旗鼓，拿出倾家荡产的架势去满世界找人，让举国上下的人都以为他们对楚宁在乎的不得了。结果把人找回来之后，他们却又一味的护着那个当初他们随手捡回家来安抚于禁书的冒牌货，现如今还因为那个冒牌货要跟亲生的断绝关系。说到这儿，温岚气得深吸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皇上，你当初就不该同意他们楚家对外宣布楚莹就是楚家养在外的双生女。啊，是，那件事确实是我有失考量，你先冷静冷静。我冷静不了，楚宁小时候多可爱啊，在外那些年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被人折腾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楚家人不心疼也就算了，还如此对待她，我都想认她做干女儿，给她个公主或者是郡主的身份了。别，千万别，你还是换个别的方法吧，比如多给她些赏赐，让人知道我们有多看重她，避免她受人欺负。楚宁要是变成他们干女儿了，莫尔得跟他们急。但温岚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你让人去看看皇后给她送去了什么，依葫芦画瓢，记得不能比皇后给的多。袁公公笑着退下了。此时寿安宫中，太后娘娘，眼下京城里正好就有一件跟楚大小姐相关的事情，正传得沸沸扬扬的。哦，辅国大将军府昨儿晚上突然对外放出了跟楚大小姐断绝关系的消息。断绝关系？为何？具体为何，没人知晓。但坊间有一个最有可能的传闻，那就是苏大少爷想以平妻的身份娶楚二小姐进门，但楚大小姐不同意。楚家是为了逼迫楚大小姐同意才那般做的。去岁哀家寿辰时，太和国送来的夜明珠跟珍珠都很是不错，你去各挑上4、5个给楚宁送去。楚大小姐为安圣公主做的祛疤膏啊，不仅让公主脸上的疤痕淡化了许多，也让公主重新找回了笑容，还连带着让我们太后娘娘脸上也多了很多笑容。所以太后娘娘给的这些赏赐，苏大少奶奶您可必须得收下。那老嬷嬷说罢这话，就领着一群工人浩浩荡荡地走了。冯照将人全部都送走之后，正准备进府，又迎来了一波宫里的人，是安圣公主的人，拿来的打赏还完全不输前面的3位。楚宁稍微的轻点了一下，叫他没想到的是，他才刚指挥着叶思他们把那一大堆的打赏收放好，又来了一波人，是东宫的人。姐送来的东西，单从数量来说，比前面那3位的总和还要多出了好几倍。哎呀，殿下此番给楚大小姐送来这些东西，一是因为楚大小姐为安圣公主做的祛疤膏，使安圣公主重获了美貌和笑容；二是因为殿下素来护犊子，最是见不得旁人轻视她的人。听到这儿，楚宁刚想反驳，他又不是君莫的人，只是跟君莫合作而已，但他才刚张开嘴，叶静就突然转了话头。楚大小姐可是觉得殿下给您送来的东西有些奇怪。不瞒楚大小姐啊，
这些东西乃是我家殿下此前5年里断断续续买回东宫的，全是我们未来的太子妃喜欢的物件。但殿下说了，这些东西都要放旧了，若等到太子妃进门了再送给太子妃，属实是有些拿不出手了。为免浪费，他就先全部送给与太子妃同为女子的楚大小姐您了，还望楚大小姐莫要嫌弃呀。楚宁嘴角抽了抽，心说，我不仅跟你们家太子妃同为女子，还是同一个人呢，但我并不想做你们家太子妃好吗？但是念着那些东西都是君莫专门为他买的，他还是压下想要把东西全部都退回去的念头，缓步走到那些箱子边去仔细地看了看，然后看着看着，他突然发现其中好些东西他都有些眼熟。殿下说了，这些东西里边有些是我们太子妃想买却没有下手的，有些呢是我们太子妃多看了几眼，还有些是穿戴在别人身上我们太子妃夸赞过好看的。虽然零碎又不是多贵重，但包含了我们殿下的深情在里边，这绝对是世间的独一份，还望楚大小姐好好珍惜啊。劳叶总管，转告太子殿下，这些东西我会好好珍惜的，作为回报，我一定会治好它。他刻意地加重了最后一句的语气，他相信叶静肯定能听出他的意思，君莫也肯定能。但叶静面色未变分毫，笑眯眯地领着人走了。楚宁在他走后，又颇为细致地将那些东西过了一遍。此时京城里，所有酒楼、茶楼、酒肆、小馆都在谈论皇上、皇后、太后、太子都相继给楚宁送去了丰厚打赏这件事儿。虽说皇上看中楚家的丑女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昨个楚家刚对外宣布跟那丑女断绝关系，今天皇上、皇后、太后、太子都相继给那丑女送去了丰厚的赏赐，这是不是在告诉世人，皇上并不是因为楚家才看中那丑女的，而是看中那丑女自身呢？可那丑女不仅丑到了能吓哭孩童的程度，她还德行败坏，哪有能得到皇上看中的地方啊？可要是没有的话，皇上他们哪里会在这个时候给他送去这么多的打赏呀？我可是听说皇上、皇后、太后给他送去的那些打赏里边，随便拿出来一样，那都是价值连城的。而太子给他送去的虽说不是多贵重，数量却多得惊人，据说把他住的院子里都给摆满了。嚯，不愧是太子，出手就是大方。不过太子素来不是都喜欢跟皇上皇后反着干吗？今儿怎么也跟皇上皇后一起送了打赏给那楚宁啊？而这个时候，楚莹已经震惊愤怒到想掀翻小二刚给他上的茶了。而这个时候，辅国大将军府里，于静书刚从绣衣房的人口中听说，他们楚家对外宣布了跟楚宁断绝关系。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将军夫人息怒，民女所言绝无半句虚假。气血上涌，于静书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人也软得再也站不稳，在东陵的搀扶下缓缓地滑坐到了地上。东陵见状吓得不轻。夫人您先别动怒，大将军会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大将军也并非是想跟大小姐断绝关系，只是想逼迫大小姐同意二小姐进苏国公府而已。夫人，来人了，传府医！东陵话还没有说完，就因于静书突然吐了一大口血而大惊失色。那些绣娘们一时吓得不轻，已然跪成一片。片刻后，府医匆匆而来，随即楚离安和楚鹤也双双赶了过来。我的宁儿会医术，宁儿不回来，我不会让任何人给我把脉，也不会喝一口药。胡闹！夫人，你都吐血了，得赶紧让府医给你把脉抓药才行。将军既然都不要我们母女了，就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出一脸担心来了。为夫没有不要宁儿，为夫那么做只是为了逼迫宁儿点头。那将军有没有想过，宁儿若是被我们逼得走上绝路了呢？她不会，她是我楚离安的女儿，不可能那么脆弱。这个时候将军倒是想起宁儿是你的女儿了，可若是把莹儿换到宁儿那个位置上去，将军你肯定会担心莹儿寻短见，对吧？莹儿和宁儿不一样，莹儿她是不一样，宁儿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莹儿只是捡来的。楚离安大喝一声，意在提醒于静书还有外人在场。
谁料他喝罢一转头，就看见了小脸惨白、摇摇欲坠地伏在门框上的楚莹。他连忙大步走过去宽慰：“莹儿，你母亲那话没有别的意思，她只是被为父给气着了。”父亲放心，莹儿知道母亲只是气头上随口说出了那话，但母亲那话是事实，父亲也确实不该为了我这个养女那般对姐姐。母亲，你太过分了！一直以来都是楚宁在伤害妹妹，我跟父亲不过是按楚宁的意思对外宣布了跟她断绝关系，母亲竟然不问缘由就这般护着她，还将妹妹的出身挑在了人前。往后我不再认楚宁是我的妹妹了，我的妹妹只有莹儿一人。令叔素来身体康健，今日会接连吐血，定是因为宁儿跟莹儿的事儿让他忧心过重了。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东陵，你去苏高公府将宁儿叫回来。可是祖母，我们都已经……你先给我闭嘴！景淑到底是宁儿的母亲，你与她说，景淑因为她的事儿接连吐了2次血，她定然会回来的。东陵这才应声而去。在他走后，孙瑜看向那群跪在地上已经抖如筛糠的秀娘道：“什么话能对外说，什么话不能对外说吧？”老夫人放心，民女等什么也没有听见。待那群秀娘战战兢兢地快速离开后，孙瑜终于看向了门口那已经泪眼汪汪了的楚莹。莹儿，你先回去歇着，祖母有事要跟你大哥说。可我有些担心母亲。有府医在这里，你们母亲出不了事儿。这个时候，于静书房里，孙瑜厉声冲楚鹤道：“你跪下！”楚鹤愣了愣，还是乖乖跪下了。你父亲的性子，我最是了解不过了，所以我都不用问，也能猜到对外宣布跟宁儿断绝关系这件事是你的主意。那确实是孙二的主意，父亲只是被孙二说服了而已，但那也确实是楚宁他自己要求的。也是最近我才发现，我们对宁儿似乎一点都不了解。还有，宁儿刚回来那会儿，我们府里发生的那些令我们跟宁儿生分了的事情，也似乎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她。母亲所言当真？具体如何，我还没有查出眉目，但十有八九是真的。说实话，我现在也还是很不喜欢宁儿，但我一想到以前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她所为，而是有人嫁祸给她的，而那个嫁祸她的人还很有可能是……话到嘴边，孙瑜到底是没有把那2个字说出口。他不会回来的，这次是我们彻底失去了宁儿了。以前也没见你这么在乎过宁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知女莫若母，宁儿将我给她的簪子，还有碧玉璧盒、房妈妈、群妈妈他们还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察到她是真的想与我们划清界限了。在听见她面无表情、声音冷漠地唤我楚夫人，我便意识到我要失去她了。然后我将自己置身在宁儿的处境里，发现若我是宁儿，我也会想要抛弃这一家子，完全不在乎她的家人。我们哪有完全不在乎她，我们只是对她恨铁不成钢而已。于静书苦笑了一下，没再说话。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更没有意识到宁儿有多认真。苏国公府里，门房把东陵领到清风院外边的时候，叶思刚把苏应河带进楚宁房里，让他回去告诉楚家人，他们楚家人死了都跟我无关，请他们别再来烦我。楚夫人到底是大嫂你的母亲，要不大嫂你还是回去看看，我可以明日再来。苏应河身量高挑纤细，五官也生得格外好，若非脸上满是痘印斑点以及大大小小的痘痘，绝对会是个美人胚子。我用了几日你给我的那些东西后，脸上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痒了，且这2天也没有再长新的痘痘出来。橄榄枝我都已经抛给你了，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就看你自己了。大嫂既说那些药是橄榄枝了，那我该是没有自作多情误解了大嫂的意思。所以大嫂，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我们2房能够办到的，我们一定会替大嫂办成。我现在跟楚家断绝关系了，无权无财无势，虽有今日得的丰厚赏赐在手，但那些都无法折现来使用，所以
我替你哥调理好身体之后，你们给我几个楼吧。几个楼？苏应和心说他可真敢开口。他们二房手里的楼随便一个都是京城里小有名气的，盈利都相当的可观，但再怎么值钱的楼跟世子之位相比也完全不值一提。且就算他哥哥的身体调理好了之后没能从大哥手里把世子之位抢过来，但他哥哥余生都不用再受到病痛折磨了，也算是一件好事。所以苏应和没有过多犹豫，直接点着头应下了。行，但具体给你几个楼，我得回去跟娘商量一下。之后你每天都来我这里一趟，然后让你哥哥在你之后半个时辰过来，对外就说怕我欺负你，来接你的。苏应和点着头应罢，见楚宁还没有让他起来的意思，就继续那么跪着直直盯着楚宁。楚宁吩咐完叶念去药房里帮他取东西，然后才想起来拉苏应和起来，同时顺势问了一句：你就只记着你哥，不想让我也为你娘调理一下身体？不瞒大嫂，我来清风院之前是我与娘商量过一番的。我娘说她的身体已经耗到油尽灯枯的地步了，纵然大嫂出手能让她再多撑几年，但她已经苟活够了。等我哥哥变得康健后，她就要下去与我爹爹团聚了。话末，他的声音染上了几分哽咽跟难过。楚宁微微拧了拧眉，没有说什么。苏应和跟苏应之的母亲蓝湾儿也是早产儿，身体不比苏应之好多少，但蓝湾儿出生京城第一手富家，价值千金的续命好药材用之不尽。听说15年前，蓝湾儿刚难产了3天3夜，生下了苏应和。命悬一线之际，又听闻了夫君的死讯，都一心求死了，也被娘家送来的多到如同廉价青菜的昂贵药材给救了回来。没想到蓝湾儿至今都还有求死之心。楚宁瞧见叶念将东西取来了，就示意叶念把东西给苏应和。这是我专门为你配的祛痘祛斑膏，你每晚睡前取适量涂抹于脸上，敷上1盏茶的时间再洗掉，然后按顺序使用了我先前给你的那些东西再睡觉。是，谢谢大嫂。因为大嫂你在晚些的时候对我抛出橄榄枝，我的婚事就要被祖母随便敲定了。片刻后，二房那边，和儿，你觉得楚宁她真能调理好你哥哥的身子吗？娘，你身边的那几个医女都是外祖父寻遍全国精挑细选出来的，医术造诣颇高。而此前我为了确认楚宁的医术深浅，特意在楚宁为祖父祖母施针的时间点领着一个医女去看过。据那医女说，楚宁使的针为9转轮回针，乃是药王谷的镇谷之宝，只有药王谷里医术最顶尖的艺人才有资格持有。这么说来，楚宁并非师承名不见经传的江湖郎中，而是师承药王谷，且他的医术还是药王谷里最好的。我其实早就想请他来为娘和哥哥医治了，但他对大哥的心思京城里无人不知，又素来对我们这几房的人抱有敌意，所以我才迟迟没有行动。不急于这一时，再等等，那就给他10个楼吧。苏应和点点头，安排了贴身的丫鬟去清风院传话。不想他的贴身丫鬟回来之后，竟来了一句：大少奶奶让我给夫人带了一句话，大少奶奶还让奴婢单独跟夫人说。单独跟我说？大少奶奶让奴婢告诉夫人，二老爷当年并非死于草寇之手。什么？蓝湾儿愣了愣，紧接着就猛地坐起了身，但他的身体太过虚弱了，方才坐起身就因为一阵眩晕躺了回去，脸上的血色也瞬间就退尽了。那丫鬟吓得不轻，刚想转身跑出去叫医女，就被蓝湾儿抓住了手腕。他还说了什么？什么也没说了，大少奶奶只说了那么一句，但大少奶奶特意嘱咐了奴婢，那句话只能说给夫人您一个人听，且说完之后绝对不能再对第2个人提起了，否则奴婢可能会给我们二房带来灭顶之灾。蓝湾儿脱力的松手躺了回去，然后他看着顶帐粗粗喘了好一阵儿，才慢慢的冷静下来。让和儿安排一下，明天我要跟他一起去见楚宁。那小丫鬟应声快速跑了出去。
等在外面的楚应和得知他娘明天要跟他一起去见楚宁后，是惊得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而辅国大将军府那边，今夜却是全员都失眠了。孙瑜心里已经对楚宁回家后发生的很多事情都生出了怀疑，也有了怀疑的对象，但他查来查去，一件事儿也没有查明白。于静书白日里接连吐了2次血后，一直坚持着没让府医给他诊脉抓药，之后又因为楚宁的那句他们楚家人死了都与他无关，又吐了几大口血。等他昏死过去，府医才得以给他把脉抓药，但是在楚离安喂他喝药的时候，他一醒来就掀翻了他手里的药。他不相信他的宁儿真的能无视自己的死活，他得让自己病得更重一点才行。虽然这不是一个母亲该做的事儿，可他已经别无他法了。楚离安知道他这是为了逼楚宁回来，规劝了几次无果之后，愁得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个时候楚贺已经被孙瑜罚跪到祠堂去了。楚恋跟着楚林傍晚收到消息赶回来之后，就一直在他边上问东问西，但他始终一声不吭，还满脸的懊悔。那令楚恋、楚林是大为不解。最后他俩声称要去苏国公府强行把楚宁带回来，他才最终开口说了一句：祖母说楚宁回家之后做的那些令我们跟他变得疏远的事，都并非他所为，而是有人栽赃构陷他。不可能，那会儿楚宁才刚回来，我们府里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是小心翼翼的，谁会去栽赃构陷他呀？而且他那么丑，又没有任何长处，栽赃构陷他能得到什么好处？以前我们以为楚宁得皇上看重是因为她是楚家女，认为她得皇上看重是因为治好了皇上的顽疾，只是无稽之谈。可今日皇上、皇后、安圣公主，甚至是太后跟太子，都相继给她送去了丰厚的赏赐，那意味着皇上看重她，并不是因为我们楚家，也意味着她治好了皇上的顽疾，为苏国公夫妇调理好了身体，以及快要治好安圣公主脸上的疤。那些个传闻都是真的。楚莲还想反驳，但他张开口后却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出口。楚林也一时沉默了，他们从来不知道楚宁有那么好的医术。而这个时候，楚贺继续说道：他刚回家时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你们应该没有忘吧？你们好好想想，当时那个无比渴望亲情、无比怀念幼时时光的他，在有一手绝顶好医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故意给祖母乱用药？不可能是颖儿，颖儿那么懂事，那么乖巧，不可能做得出这种事儿来。一定是他身边的什么人觉得楚宁回来了可能会抢走莹儿的东西和宠爱，自作主张的做的那些事儿。我会去把那个人揪出来的。肯定是那样，我跟二哥你一起去把那个人揪出来。隔天上午，苏映和母女来的时候，就把那10个楼的地契、房契，以及那些楼里的长工、短工的契书，全部都带了过来，满满几大箱子。楚宁匆匆打量了蓝婉儿几眼，就问：那10个楼加起来也能算得上是价值连城的，你们当真要给我这么多吗？我而言，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只要你能为和儿调理好皮肤，助之儿摆脱羸弱，别说只是10个楼了，再添10个楼给你，我都不会心疼。我得单独跟你母亲聊几句。苏映和皱着眉看了他娘一眼，等他娘冲他点了点头之后，他就转身出了楚宁的房间。蓝婉儿是被人用软椅抬来的，进楚宁房里之后也没有换地儿，还是坐在他那软椅上。苏映和一走，他就捂着心口，压低声音问：你昨晚让柳儿带给我的那句话，不知是何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二爷当年不是死在曹寇手里的。你有证据吗？没有，但我知道幕后凶手是谁。是谁？蓝婉儿已经一把揪起了自己心口处的衣服，力气大到把上好的绫罗绸缎都抓出褶子来了。楚宁却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反问了一句：你知道了又能如何？杀人偿命，我自然要为亡夫报仇。怎么报？不过你面色，你已经是强弩之末，撑不了几个年头了。我身后还有蓝家，绝不是那人的对手。既然我身后的蓝家都不是那人的对手，你在此时与我说那话的用意为何？俗话说，拿人的手短。我既拿了你10个楼，自然要干一点受得起那10个楼的事儿，比如让你打消求死之心。
蓝婉儿的眉心狠狠蹙起。蓝家再富有，也有诸多力所不能及的事，可苏国公就不一样了。苏国公府历经2朝，势力庞大，人脉广阔，对付内人胜算很大。蓝婉儿心下狠狠一惊。蓝二夫人还不知道，令爱来求我为令郎调理身体，是想让他跟苏应风一争啊。蓝婉儿微微睁大了双眼，和儿确实没有与他提过侄儿有争夺世子之位的心。纵然是那样，他也争不过应风的。应风那孩子身上早已经功勋累累了，他哪能后来居上？蓝婉儿苦涩一笑，楚宁随他一笑，又道：还有2件事，一是我已经铁了心要与苏应风和离；2是苏应风若无法让我回心转意，苏国公就不会将世子之位给他。蓝婉儿的眼神瞬间亮了几分。我会在令郎成为世子那一日，告诉你，杀你夫君的真正凶手是谁。届时由你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等到令郎成为苏国公之后再报仇。好，届时我会再给你20个楼，以作答谢。楚宁默默地想了想，归元街上的楼子、铺子、庄子那些的总和似乎是50来个，如今他已得了10个，再来20个，那条街就有一半是他的了呀。那他余生啥也不干，都能养活师父师兄他们了。虽然他们也根本不需要他养。先按我这方子吃上1个月，你都不用给我把脉，就为我写好药方了。楚宁笑了笑，没有做解释。其实蓝婉儿身边有一个跟药王谷渊源颇深的医女，那医女曾经受恩于蓝家，为了让蓝婉儿多活一些时日，那医女曾拿着他们给蓝婉儿开过的所有药方来求过她，想让她指点一二，但她拒绝了。也是因为那医女，她才知道苏应和了解她医术深浅，用了她送去的东西之后一定会找上门来。见她不说话，蓝婉儿倒是也没有再多问，然后她就听外面有人说：小姐，二房少爷来了，请他进来吧。是。叶思应罢后，转眼间的功夫就将苏应之领了进来，苏应和也跟了进来。苏应之小苏应风2岁，今年18，身高与苏应风相当，但孱弱的像是个纸片人，脸色也就稍稍比君莫要好了那么一点点。虽然五官生得极好，却瞧着与俊俏不沾边儿。他微微拧着眉，行至他们身后，如文人一般拱手道：大嫂。大夫面前无男女，且我只是要你裸露上半身而已，又没有要你全裸。苏应之脸色微微一烫，这才慢慢吞吞地开始脱上衣。你头一次在女子面前裸露上半身？苏应之抿着嘴，没有立刻回答。准备回答的时候，又听见楚宁问：你身边不是也有不少医女吗？他们一次也没有给你施过针？没有。施针改善人体质，倒也的确只有我们药王谷的人会。楚宁这么说完，下了第1针，不痛，只是有些麻麻的。他的手也没有触碰到苏应之的皮肤，但苏应之的脸更红了，连2只耳朵都已经红透了，因为他头一回离他这么近。你比个姑娘家都还要害羞，以后可怎么娶妻生子？你有意中人吗？大嫂怎么问我这个？你既有争夺那世子之位的心，就应该知道，等你身体恢复康健之后，你祖父会立刻为你安排一位足以跟苏国公府的世子相匹配的夫人。你若没有意中人，那就最好不过了。宁微微点头示意，就让叶思帮他搬了椅子，然后为他把脉。期间，苏应之、苏应和、蓝婉儿3个人都直勾勾地盯着他。良久，他才收回手说道：你的情况要比你们母亲好许多，我先为你施针半月，改善体质，之后再开方子为你调理。我娘不用施针吗？你娘要比你哥哥虚弱许多，得先调理一段时间，才能受得住施针。让嫂嫂费心了。我是一定会跟苏应风和离的，所以往后私下里你直接叫我名字吧。那我往后唤你宁儿姐姐。可以。那你们先在此等上片刻。楚宁话落，起身去了药房，一进去就冲端坐在一张4方凳上的苏应之说：把上衣脱了吧。必须得脱吗？是。苏应之犹豫间没有动手，
而楚宁已经转身去取针盒，从中挑选要用到的银针了。等他准备完毕，一转身见到苏应之还是穿戴整齐地坐在那儿，不由得就是一拧眉。像你祖父为你挑选的夫人，肯定无论是家世还是容貌都差不了。我有意中人。清风院另一处，荷儿，你没有什么想问为娘的吗？娘会因为宁儿姐姐的话燃起生念，不就是觉得宁儿姐姐是可信之人吗？约莫过了1炷香的时间，叶思将苏应之送了回来，说楚宁要在药房里给银针消毒，由他送他们。一出清风院，蓝婉儿就冲脸色还有些微微泛红的苏应之问：如何？大嫂说要至少5次后，我才会有明显的感觉。哥哥，你脸红成这样，是被宁儿姐姐做了什么吗？大嫂能对我做什么？那就是哥哥你想让宁儿姐姐对你做点什么喽。你一个姑娘家说的这是什么话？哥哥，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宁儿姐姐的啊？苏应之抿嘴不答，只是耳朵又红了几分。个时候清风院内，叶思去到药房，冲楚宁禀道：小姐，苏国公夫人跟苏家大少爷、大小姐来了。小姐，要不要奴婢把他们轰走？楚宁摇摇头，人家到底是苏国公府的当家主母，我如今还没有离开苏国公府，连他都轰，会落人口实的。那奴婢先将他们领去厅里等着，小姐您忙完了再去见他们。楚宁应罢，拿起药杵继续捣药。约莫过了1炷香的时间，他才走出药房去见萧文秀祖孙3人。然后他刚行至厅外，就听厅内苏映霞在娇声娇气地说到他的不是。祖母，楚宁竟然也太不像话了，不仅一直把大哥拒在门外，连您来了他都敢让您等这么久。再这么下去，他怕是都要爬到我们所有人头顶上去作威作福了。祖母，您可得让祖父好好管管楚宁才行，不然他都要把自己当成我们苏国公府的女主人了。我可不会承认她楚宁是我们苏国公府的女主人，我们苏国公府当家主母的位置只能是我嫂嫂的。霞儿，宁儿才是你的嫂嫂。另外，就算宁儿同意了楚莹进门，楚莹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苏国公府的当家主母，除非我死了。萧文秀一想到楚莹怀孕一事，心里就不太高兴，故而看到楚宁之后，他脸色一下子变得更加不好。楚宁，你闹够了没有？要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这2日风儿每日来清风院好几次，想与你抛弃前嫌，把房圆了，以后好好过日子。结果你不仅次次都让人把他拦在外面，甚至还让人对他动了手，实在是有些不知好歹了。你就不怕闹得太过，最后落个鸡飞蛋打吗？我读书少，不懂什么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只知道好马不吃回头草。老夫人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认准了某件事某个人就会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你这是当真想跟风儿和离的意思？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绝不会与你和离。救命之恩？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和离之事我倒是不急，来日方长嘛。但你家莹儿的肚子等不起啊！你要知道，我一日为你的夫人，你家莹儿就一日进不了苏国公府。等她肚子开始显怀，藏不住了时，你再来与我和离，可就晚了。你最好见好就收，现在我还能原谅你，还能勉为其难的跟你好好过日子，好好待你。可你若是继续这般下去，谢谢啊，我不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也不需要你好好待我，只求你能离我远一点，别老来清风院周围晃悠，烦人的很。你楚宁，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当我哥喜欢来清风院啊？不过是我祖父逼着他跟你圆房罢了。你就算没有自知之明，也该有镜子吧？你去好好照一照你那副尊容。我要是长成你这样，我都不敢肖想我哥这样貌美如谪仙还文武双全的男子。你倒好，耍尽手段才嫁给我哥，赢得我祖父撑腰，竟然还敢搁我哥面前拿枪！你信不信我哥立马给你一封休书，让你滚出我们苏国公府？哼，你倒是让他给啊，我求之不得。哥，你现在就去写一封休书给他，让他立刻马上滚出我们苏国公府。楚家那边现在可都已经对外宣布跟他断绝关系了，我看他能去哪儿，又能嚣张到几时？行了，
你别在这儿给风儿添乱了，先回自个儿院子里待着去。祖母，我才没有给哥哥添乱呢。楚宁都摆出这副态度了，我们还留他在府里做什么？早日让他滚，就可以早日让嫂嫂进门，不是吗？霞儿，我已经说过了，你的嫂嫂是楚宁，也只会是楚宁。你再这么胡说八道下去，楚莹她都别想以小妾的身份进门了。祖母，我可是来楚宁这儿拿药的，没有拿到药，我是不会走的。萧文秀皱着眉，颇为无语地瞪了他一眼。有求于人，他还敢冲人那般叫嚣，他这几年的书是白读了吧？宁儿啊，霞儿少不更事，又被我跟他祖父宠坏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楚宁面色淡淡的，不接话。萧文秀又继续说道：我此前听霞儿说，你跟他说过，他的脸还需用大半年你调配的药，才能彻底摆脱冒痘长斑。你能不能再为他做些？需要的药材我会让人全部给你送来。老夫人可能还不知道，我此前3年用在您夫妇2人以及苏映霞身上的药材，加起来总价值没有50万两白银，也有20-30万了。虽说那些药材都来自太医院，我没有自掏腰包，可我在皇上那儿却是欠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人情。这天子的人情可不是人人都能欠的，所以我应下了帮太子调理身体。顿了顿，楚宁嘲讽地勾起嘴角，继续说道：太子的身体情况如何，想来老夫人还是知道一二的。我要把全副身心都放在他身上去才行，而我才刚刚开始为太子诊脉配药，都还没有任何成效。皇上、皇后、太后，甚至是太子本人，就已经待我极好了。在我娘家抛弃我之时，纷纷给我送来了丰厚的赏赐。可我尽心尽力不求回报，日熬夜熬调理好了老夫人你跟国公爷的身子，也帮苏映霞调理好了皮肤，但我得到什么回报了吗？萧文秀脸上有些发烫，他此前一直以为皇上会包揽下楚宁所用的所有药材，是因为看重他们苏国公府，从来就没有想过皇上那么做单单只是因为看重楚宁，所以他哪里会动给楚宁银钱药材的心思啊？他甚至还一度因为楚宁总往娘家送东西而有些不高兴，最后是看在楚宁调理好了他们夫妻俩的身体的份上，他才隐忍不发的。又听楚宁说：老夫人你跟国公爷也就罢了，至少没有难为过我，可苏映霞却妥妥的就是白眼狼一枚呀！你说什么？你竟敢说我是白眼狼？你不是吗？还是说你觉得我没有花一点时间，没有用一点药材，就能空手套白狼的治好你原本坑洼不平的一张脸了？我并没有那么觉得，但你是为了讨好我哥哥，自愿给我做的那些药，我又没有欠你什么。这我不否认，我以前为了讨好你哥哥，那是确实什么都愿意做，也确实是心甘情愿做药给你用的。但我都傻了4-5年了，没道理还要傻一辈子吧？这难得我终于不傻了，那我肯定不能再继续对白眼狼好了呀。所以你还是另请高明为你继续调理皮肤吧。你才是白眼狼，我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对你的，你以前怎么不抱怨啊？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你才做甩手掌柜，你分明就是故意针对我。这世上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会医术的，我就不信以我们苏国公府的势力，还找不到一个医术比你好的人来为我继续调理皮肤。以后就算你求我，我也不会再用你的药了。我若只迎莹儿进府为妾，也不大操大办。你怎么？你之前还想娶她为平妻？莹儿都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得娶她进门。而这世间的男子3妻4妾的比比皆是，我都已经许诺过你，等莹儿进门之后，我不会再娶妻纳妾了。你怎么还这般不依不饶？你到底要闹到哪一步才满意啊？其实我已经不喜欢你了，就那么难吗？这时管家匆匆而来。老夫人，大少爷，楚大将军来了。你可知岳父大人是因何而来？说是来见大少奶奶的。老奴都已经将楚大将军领到清风院外面来了，但大少奶奶身边的叶念、叶盼2位姑娘死活不让楚大将军进来，说是没有大少奶奶的准许，皇上来了都不能擅自进来。楚娘，那可是你父亲。
苏大少爷可真是健忘啊！昨儿个楚家可都已经对外宣布与我断绝关系了。那应该是有原因的，你可以趁此机会去跟你父亲好好谈谈，让他收回成命啊。没那个必要，我知道原因。你知道？他们担心我与东宫往来会影响了他们的立场，我便让他们对外宣布与我断绝关系。而他们想借机逼我同意楚莹进门，就按我说的做了。所以你宁愿跟娘家断绝关系，都不愿意让莹儿进门？楚莹还没有那么重要，而楚家那些人为了一个外人可以跟亲生血脉断绝关系，他们不配做我的家人。莹儿怎么就是外人了？她是你孪生妹妹。楚宁抿嘴笑了笑，不想再与他多费唇舌，直接转头问叶思道：楚大将军，你们打得过吗？巅峰时期的楚大将军，奴婢4人合力都未必是对手。但楚大将军前些年受过一次重伤，如今身手与体力都已经大不如从前，与他过招都不用奴婢4人一起上，叶念、叶盼2人便足以应付。那你去告诉他2人，说楚大将军脾气上来了，想要硬闯，无需手下留情，顶多就是他们把人打伤了，我出点药。是。叶思应声而去，因为不放心楚宁独自一人跟苏应风祖孙3人待在一处，他一出去就把叶想叫到了楚宁的身边。而苏应风看了此时楚宁对待楚离安的态度，才突然意识到他不单单的是在生气，但他怎么都不愿意相信他会突然就不要他的家人，也不要自己了。风儿，楚大将军可是贵客，宁儿还在气头上，你先去招待一番吧。是。苏应风收拢心神应罢，目光复杂地看了楚宁2眼，又与他说道：不论你相不相信，又不论牵扯上了怎样的原因，我是真的有了跟你好好过日子，好好待你的心。你好好冷静冷静，也好好想想，别做出令你自己后悔的决定。楚宁仿若未闻般，脸色分毫未变，但心底到底还是生出了一些波澜。从前是我考虑不周，想着这个家迟早会由你来掌管，也就没有想到你用在我们身上的药都不便宜，需要给你银子这件事，如今你既然提出来了，那你只管开价，只要你愿意继续帮霞儿调理皮肤，再继续帮我们国公爷调理身子，多少银子我不缺银子，且我得把所有心思都放到太子身上去，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兼顾旁的病人了，还请另寻高明。太子的身子确实要紧，且太子的病情也确实怠慢不得，但你不是都在帮2房的人配药治病了吗？怎么就没多余的精力了？本来呢，我是还余下那么一点点精力的，他们2房的人找上门来的时候，我原本也是想要拒绝的，可是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刚好我娘家又对外宣布跟我断绝关系，所以我是不得不为了金钱低头，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而我作为大夫，既然答应了，那就肯定要做到的。因此在我给他们调理好之前，我是不会再接手别的病人了。萧文秀微微地蹙着眉头，想问2房的人到底给了他多少，又怕问了之后楚宁跟他要更多，因此他决定先去问问2房的人，心里有个底了再来找楚宁。毕竟蓝湾儿素来出手都阔绰到令人瞠目结舌，而他这几日没了那熏香，虽然没怎么睡好，身体却还是没有哪里不舒服，也并非一时也拖不得。但他刚想起身走人，他身边的苏映霞却突然窜到楚宁身边去大声地质问：你要帮苏映河调理皮肤？那跟你有关系吗？怎么没有关系了？你之前明明说过只会帮我一个人调理皮肤的。我岂是说过那种话了？明明是你不许我把那些药给旁人用，说不想府中旁的小姐变漂亮后与你争宠，还说想看旁的小姐们都嫁得不如意。你闭嘴，我才没有说过那些话。苏映霞脸色大变，喝罢就匆忙地去看萧文秀的脸色，见萧文秀脸色已经变了，她连忙跑回他的跟前说道：祖母，我没有对楚宁提过那种要求，也没有跟他说过那些话，是楚宁他自己为了讨好哥哥，自以为是的想跟2房、3房、4房的人划界界限，不愿意给妹妹们调理皮肤。我之前还当着3妹妹的面问过他的，祖母要是不信，可以找3妹妹来当他面对质。你当真不打算去见见你父亲？
他断绝关系了，那便不是父亲了。唉，虽说不论你与娘家闹到何种地步，都不会改变你是我们苏家媳妇儿这一点，但你也同时摆出了一副想与我们划清界限的态度。你到底想要什么？明明你现在只要停止胡闹，服个软，就能得到你从前梦寐以求的一切了。你父亲鲜少来我们国公府，我怕风儿一会儿怠慢了他，得去露个脸。话落，他看了苏映霞一眼，便往外走。苏映霞连忙跟了上去。路过楚宁旁边的时候，他还狠狠地瞪了楚宁一眼。楚宁回了他一个明艳而充满挑衅的笑。完事就看到苏映霞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一言难尽，想来是他顶着脸上的疤那般笑，属实有些骇人吧。随后清风院外，萧文秀跟苏映霞刚一前一后的走出去，就瞧苏应风正快步走来，萧文秀便驻足等他走近了一些之后，齐口问道：楚大将军走了？岳父大人说，岳母因为他们没有同他商量，就对外宣布了跟楚宁断绝关系，气到了吐了2、3回血。但岳母不愿喝药，执意要楚宁回去给他诊脉抓药。爷，请留步，我们小姐说了，楚家人的死活与他无关，还请苏大少爷不要拿楚夫人吐血了这种小事情去叨扰我们小姐。小事情？他母亲都吐血了，还因为想见他不愿意服。我们小姐都已经不是楚家人了，楚夫人吐血与否，服药与否，都跟我们小姐没有任何关系。苏大少爷，请回吧。你们让楚宁出来，我要当面告诉他，再听他亲口说要不要回去为他母亲把脉抓药。苏大少爷，你向来都是如此自以为是的吗？你这话什么意思？苏应风危险地眯起双眼，已经快要压不住脾气了，因为这些天他已经被叶念叶盼二人拦下过好多回了，奈何他又不敢贸贸然对皇上送来的人动手。叶念深知那一点，毫不畏惧地说道：奴婢二人既然敢拦下苏大少爷，还敢在苏大少爷你们面前说出那些话，就意味着小姐已经事先知会过我们他的态度了。但苏大少爷自以为是地认为小姐不可能是那样的态度，所以才不愿意相信奴婢二人的话。一如苏大少爷始终自以为是地觉得小姐不可能彻底放下你了一样。你好大的胆子，真当我不敢动你们吗？奴婢只是在陈述事实，倘若苏大少爷觉得奴婢的话冒犯了你，大可对奴婢几人动手试试。你，风儿。萧文秀眼瞅着苏应风就要对叶念动手了，连忙唤了一声。苏应风瞬间冷静下来，满目杀气地扫了他们一眼，转身走回到了萧文秀身边。萧文秀拉着他远离了清风院之后，压低声音对他说道：前2日你祖父与我说，叶思、叶想、叶念、叶盼，他们4人表面上是皇上送来给楚宁的侍女，实际上却是太子的人，你可万万不能对他们出手，太子的脾性可比不得皇上，很不好说话呀。太子怎么会送人来给楚宁用？还有，他之前不是一直不愿意让楚宁给他请脉吗？怎么突然就接受楚宁为他医治调理了？祖父也摸不太准太子为什么突然之间转了态度，但他好似知道太子为什么突然送叶思4人来给楚宁，可他不愿与我说的。那我回头去问问祖父。说罢这话，苏应风又掉头看了一眼清风院，然后问道：祖母要与我一道去见见岳父大人吗？我要去2房一趟，楚大将军那边就交给你了。苏应风微微皱眉，祖母好些年都不曾去过2房那边了，如今再去，竟是因为楚宁跟2房有了往来。君莫正在一瞬不瞬地盯着一张只有他1根手指大小的信纸看，苏应之对小姐有意。苏应之，苏国公府里那个身子骨没比殿下年好多少的病秧子，他怎么会喜欢上我们太子妃呢？你是说宁宁姐丑？他不应该喜欢上宁宁姐。不，太子妃怎么能丑呢？老奴呀，是说那苏应之丑，他都丑成那样了，还敢厚颜无耻地喜欢上太子妃。闻得叶静那话，一旁的吴痕跟顾青都暗暗的有些无言。去查查那苏应之，本宫要知道他自出生到现在的一切。吴痕应声而去，心下直呼苏应之要完。
而这时，苏国公府里，蓝婉儿的房中，楚宁是怎么跟你们说的？他能给你们母子调理好身子吗？他说我的身子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撑不了多久，但他也未说他无法帮我调理好。但芝儿，他倒是很有把握。宁儿说他会应下帮你们母子3人调理身子跟脸，是因为你们给他太多了。儿媳给了他10个楼，儿媳还许诺了日后他为我们调理好身子跟脸后，会再给他10个楼。楚宁是不是已经给你擦脸的药了？是给了。但这次他装到一半，他在苏映霞用习以为常的语气对他说出你把那些药全部都给我了之后，一反常态地问道：凭什么？凭我是你姐，凭祖母更喜欢我，不喜欢你。那些擦脸的东西又不是祖母给我的，是我娘用10个楼换来的。大姐姐，你要是实在想要，也拿10个楼去换啊。苏映霞哪里拿得出10个楼啊？她母亲出身虽然比她二婶好，嫁妆也算多，却远远比不上她二婶带进门的庞大嫁妆。